老爹，说好的给我买书桌，怎么变成电脑桌了？卧槽，穿越了！随着记忆涌来，艾辰确定自己穿越了，他成为了一位单亲爸爸。此时的他正带着8岁的儿子参加一档教育类直播节目，教子有方。啊，这教育孩子，单身20多年，职场都没进去，倒成家长了。丁，教育大师系统成功绑定。老统，穿越者的福利，想说诚不欺我。宿主展现教育理念，得到他人赞同，可获得声望值。当前声望值0，声望值可用于抽奖。看来教育孩子还得自己来呀。坤坤，书桌这个事再说，你作业写完了没有？爹，我已经全部写完了。很好，作业做完了，那就上号跟爹打2把游戏去。老爹喊我打游戏，平日里这个时候不都是让我回房间看书吗？爹，你不会是在钓鱼执法吧？我不爱玩。儿啊，你3岁上幼儿园，到现在都读了5年书啊，是时候享受了。你是我儿子，当爹的怎么会坑你？快上号吧。坤坤家节目马上开播了哈！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新一期的教子有方正式开播。家庭是孩子教育中至关重要的一环。这一期我们选取了3个家庭作为观察对象，为大家展示不同家庭的教育理念。同时，节目组还邀请了年龄段在80后、90后、00后的3位观察者来到直播厅，发表自己的观点看法。直播间每位观众每天都有一次投票机会。本期节目结束时，票数最高的家庭将会得到1班的教育基金。提醒大家，3个家庭的直播画面是可以自由切换的。接下来，让我们将目光聚焦本期节目第1个家庭。话音落下，直播画面切换，画面里一个小女孩正伏在桌子前，埋头写着作业。一位系着围裙的妇人正忙碌地穿梭在房间里，将一旁垃圾桶里的垃圾收拾干净，接着拿起扫帚开始扫地、拖地、擦拭家具。整个过程中，妇人似乎处处小心翼翼，怕发出声响，就连洗衣服她都选择用手洗。洗衣机自始至终未曾启动。作为一档被大家熟知的节目，刚开播就已经有20多万人观看。这位妈妈好辛苦啊，打扫卫生做家务，她一定是位好母亲。妈妈总是苦了自己，也不能苦孩子。这位妈妈肯定很爱自己的女儿吧？对呀，怕打扰到孩子学习，专门放轻了手脚。她一定很重视孩子的教育。今天这一票投她了。难道就我一个人疑惑，为什么随便进出孩子的房间，要在孩子学习的时候在他身旁做家务吗？我看那小女孩都分心好几次了。画面很快切换到下一个家庭，一个中年男人双手叉腰，神情严肃，一只手里还攥着一根皮带，在他跟前站着一个小男孩，低垂着脑袋，脸上挂着泪痕。爸，我知道错了，我再也不敢偷偷打游戏了。哈哈哈，看来这小子是刚吃了7匹狼啊！偷偷打游戏就是该打，棍棒底下出孝子吗？上一个是慈母，这一个是严父，好奇第3个是什么样的？会不会是爹妈混合双打？接着画面再次一闪，切换到艾辰家，镜头中父子俩的正脸并未完全入镜，只能看到2块巨大的曲面显示屏上闪烁着激烈的枪战游戏画面。老爹，这样玩游戏会不会影响我以后考北大？你才8岁，上什么北大？快跟爹上 A 大！打游戏的时候专心点，跟紧你爹的步伐。这父子俩是在打游戏嘛 ？A 大是什么意思？不让孩子上北大，还拉着孩子打游戏，这位爸爸太不负责了吧？哈哈，专心打游戏，怎么觉得有点好笑呢？孩子别听你爸的，进场之道就在其中啊。这个爸爸太不称职了。小学阶段是孩子至关重要的时期，怎么能让孩子玩游戏？确实，现在应该快期末考试了，家长得分得轻重了。上，快上啊！又死了，就不知道给我挡子弹吗？坤坤，你还是我儿子吗？怎么打出1-7的超鬼战绩？还不是你让我给你挡子弹，哪有这样坑儿子的？我这是战术，知道吗？战术就是你临高12嘛，又菜又爱压力火。你说什么啊？我告诉你，爹菜爹有理，菜爹揍你啊！老爹，我不想打了，我想去写作业。先前我都检查过了，你作业写完了，写什么作业？敢当逃兵？看我不揍你！吃我的，喝我的，你还不玩了？继续！我乐个逗啊！自己生的队友用顺心骂着舒心啊！这孩子玩游戏的压力一点不小啊！等等，我是不是幻听了？这孩子竟然主动要求写作业，要知道我家那位天天都得磨蹭到凌晨1点。哈哈哈，笑不活了！第一次听见一个孩子哭着要去写作业，我还真有点不习惯。神他妈爹菜爹有理，你菜爹揍你！这游戏不想打都还不行了。打游戏前上战父子兵，打游戏后场上无父子，哈哈哈！目前得票最多的是第1个家庭，张燕爸爸获得了3万票；第2个家庭，王雷爸爸获得了1万票；第3个家庭，艾辰爸爸获得了1314票。看来大家还是更加喜欢张燕妈妈的教育方式。接下来节目继续。子涵，今天你默写古诗词怎么有2处涂改？
对不起，妈妈，我把这一页撕了，重新默写过。你一定要专心一点，知道吗？哦。女儿啊，你看妈妈在家里忙里忙外，照顾你的生活，操心你的学习，你可一定要用功读书啊！妈妈小时候哪有你这么好的条件？你要懂得珍惜，知道吗？这位妈妈说的很对，我小时候要是有这么好的读书条件，我一定好好读书，不像现在只能给别人打零工。孩子就是要懂得珍惜，懂得感恩，赞同这位妈妈的做法。鼓掌鼓掌，应该让孩子们也来看这个节目。怎么感觉子涵有些不开心呢？都这么晚了，有涂改就要重新默写，会不会太严格了？张燕妈妈的教育理念和我不谋而合，父母生养孩子，孩子就应该对父母常怀感恩之心，这也更有利于孩子的成长和学习。重新默写是培养孩子一丝不苟的习惯，值得各位家长学习。2号直播间王雷爸爸这边，刚才他的儿子王子轩已经被喊去上床睡觉，此刻王雷正趴在门缝偷偷观察子轩是不是真的睡。忽然床上亮起一道光，王雷见状立刻像一阵风一样冲进房间，一把掀开被子。王子轩还没有反应过来，手中的手机便被气得脸通红的王雷夺了过去。兔崽子，刚刚才教训了你竟然还敢顶风作案啊！说手机哪来的？紧接着又是一场父慈子孝的大戏上演。这就是典型的管教不足，平日里对孩子监管力度远远不够，应该在孩子的卧室里安装监控，并且严令禁止接触电子设备。我们家的孩子就太爱跟我耍心眼，自从安上监控之后，他果然老实了很多。我家孩子也是，上次借同学手机被我发现，我直接把手机摔碎，让他自己去赔给同学，看他以后还敢不敢玩。家人们谁懂啊？看得我火气大。现在的孩子已经被游戏给毒害了，强烈建议国家关闭网络游戏。儿子，快上！你的杀父仇人就在前面，别往后跑啊！你个熊孬种，到底怎么玩的？老爹，这可不怪我，是你自己上头了，冲上去了。你死了，我得守家。我是你爹，你都不知道帮我看着点敌人，你还说不怪你啊？当你儿子真难，得帮你看前看左右，还要看你弟后面。你和我妈生我就是为了给你当陪玩的吗？哈哈哈，太好笑了！当爱晨的儿子压力这么大的吗？哈哈哈，太好了，是压力怪，爱打游戏的小孩有救了。我哪个子慈父孝啊？感觉坤坤今天打完游戏以后都不想碰了，哈哈哈！包的呀，陪玩压力比学习压力还大。这爸爸多损啊！为了不让孩子打游戏，竟然化身游戏压力怪。很快，两人的电脑再次灰屏。老爹，我困了，不打了。坟头烧报纸，你糊弄你爹呢？平时这个点儿你还要看动画片，怎么会困？打游戏不积极，小心我揍你啊！这样吧，儿子，只要今天你带爹打进 A 大了，我就答应你一个愿望。真的？当然，你爹还会骗你不成？那行，只要带你打进 A 大，你明天不许喊我打游戏了。我想去图书馆看看书。爱晨有些疑惑，但还是点了点头。刚一答应，坤坤立马喜笑颜开，向他发来了组队邀请。快来，老爹，我的大区已经饥渴难耐了。来了，儿子。哈哈哈，这父子俩简直太有节目了，我快笑岔气了。友友们，我刚来，这孩子说要去图书馆看书，真的假的？不是哥们儿，这招素质高啊，孩子都主动想学习了，这不比父母时时刻刻提醒，逼着孩子学好吗？对啊，你看这孩子打游戏时愁眉苦脸，被答应可以去图书馆看书，立马就笑了，简直刷新我的三观。感觉很有可行性，要不现在把我孩子从床上拉起来搞2把游戏，正好我也手痒啊。楼上你就不怕被你媳妇干吗？简直太不像话了！这爱晨也太不把孩子的教育当回事了，为何不把关注的重心放在孩子的读书学习上？这样下去，孩子怎么能够取得一个好成绩？看看人家张燕妈妈对孩子的学习多上心，可她呢，不仅没有给孩子树立一个榜样，还把孩子当成自己的陪玩，这根本就不是一个好爸爸。李明观察员，你也是往期节目中受欢迎的家长，你会在孩子面前打游戏吗？甚至于是带着孩子一起打？应该不会吧？哼，不过是带着孩子打2把游戏而已，有必要这么激动吗？而且他儿子的作业都已经写完了呀。就是，这观察员是一点没有看出来爱晨是在反向调研儿子吗？先不说教育方式了，就爱晨和儿子的相处氛围就已经远超其他家庭了。虽然爱晨在压力孩子，但是总比权威冷漠型家长好得多。卧槽，看视频这么偏见，往期节目到底是谁给这王帮投票的？我严重怀疑你们这些弹幕到底爱不爱自己的孩子？如果爱，你们为什么会反驳我？孩子这么小，没有辨识能力，做家长的就应该去矫正孩子，而不是把他们往弯路上带。孩子的学习是一步落后，步步落后。你的孩子打了几把游戏的时候，别人的孩子已经背了好几首古诗了。王方观察员以及各位观众朋友们，教育孩子本来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大家要理性看待。咱节目才刚开始不久，大家都别着急下结论。次日早晨，节目开播，1号直播间内，子涵坐在饭桌上，双手捧着一杯牛奶，稚嫩的小脸上满是疑惑。妈妈张燕正在一旁收拾子涵的书包。妈妈，这牛奶好好喝，你怎么不喝呢？
妈妈一大早起床就得给你收拾东西，送你上学，哪有时间吃早饭呀？况且这牛奶可不便宜，是爸爸妈妈省吃俭用给你买的，就是盼着你喝了能够长身体。你要是想孝顺妈妈，就好好学习，等以后赚了大钱再给妈妈买。子涵看着妈妈忙碌的身影，小脸不自觉地微微低垂了下去。她心里暗暗责怪自己，小小的心里满是自责与内疚。张燕见女儿的动作停了下来，看了眼时间，有些着急。子涵，抓紧吃完，待会要迟到了。弹幕上不少人都在夸赞张燕妈妈，大家纷纷表示张燕勤劳尽责，愿意为孩子付出。难道就没有人觉得张燕的教育方式有些令人窒息吗？似乎江玉观察员有不同的看法。这位小同志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啊！是觉得这位妈妈的心情付出有问题吗？这小年轻竟然会突然发表跟我不一样的观法，早就都想要找个机会好好教育一下那些质疑我的弹幕。这个00后观察员真是送上门来了。张燕妈妈的心情大家有目共睹，这确实值得肯定。但是有没有人考虑过子涵的感受？哼，让孩子吃饱穿暖，供他读书上学，母爱融于辛勤的付出当中，孩子能有什么感受？当然是感恩啊。可这份母爱会不会太沉重了？从节目的一开始，我就对张燕妈妈做法有些疑惑，所以一直没有发表自己的看法。今天我试着带入子涵的身份去感受她的做法，我惊讶地发现，我的第一反应不是感恩，那是什么呢？是愧疚。看来大家对于张燕妈妈的做法有着不同的看法，谁对谁错确实不能一概而论。不过既然讨论的是孩子的教育问题，大家不妨多站在孩子的角度去思考。由于节目每天的投票截止时间是晚上12点，所以我们现在将公布前一天的得票情况。工作人员已经将数据投放在大屏幕上，大家请看。这怎么可能？这数据是不是出错了？他凭什么的这么多票？艾辰带着孩子玩了一晚上游戏，这种可悲又失败的教育方式，怎么可能得到这么多票？这一定是假的。主持人，我要求查看后台数据。王方家长请冷静一下，虽然这个结果确实有些出乎大家的意料，但是咱节目组统计的数据一定是真实的。大家知道你是为孩子感到心急，但现在节目刚开播，孩子们也都还小，咱们总得慢慢观察，再做评判。好了，接下来让我们看看其他2个家庭的情况。话落，直播画面切换成了2号家庭王雷爸爸家。画面中，王雷一脸严肃地站在儿子王子轩的书桌旁，督促他自己收拾好书包去上学。早上6点，他就被爸爸喊起来，在家晨读了整整1个小时。此刻只觉得头昏脑胀。爸爸，我好像感冒了，头好昏，你可不可以给老师请个假？我下午再去。不行，打游戏的时候你却精力旺盛，这才让你晨读了1个小时，你就感冒头疼，你糊弄鬼呢？抓紧收拾东西，你已经迟到了，知不知道？虽说小孩子有时候确实是会装病，不愿意上学，但是怎么说也要先关心一下孩子的身体吧。这么武断的认定孩子装病，会不会伤到孩子的心？而且让孩子晨读1个小时的做法，我也不太理解。这样逼孩子，到底是为了孩子的学习，还是只是为了让家长自己安心？先不说王子轩到底有没有装病，早上让孩子起床晨读，这种有利于孩子学习的事情，难道也有错吗？你怎么看呢，李明爸爸？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会不知道？因为大早上我自己都起不来。90后果然也还是太年轻，一点毅力都没有，还怎么教育孩子？老爹，你快起来啊，送我上学去。儿子，你们学校不是有校车吗？你自己去得了。我已经迟到了，校车早就开走了。这可咋整？要不这样吧，儿子，你跟老师打个电话，就说你生病了，今天就不去上学了。老爹这是咋了？宁愿让我请假都不想送我上学，该不会是故意留我在家，好拉着我双排打游戏吧？一想到又要被压力，坤坤连连摇头。不行啊，老爹，马上期末考试了，我不去学校会落后的。艾辰死死地护住被子，父子俩直接在直播中上演了一场激烈的被子拉锯战。半晌过后，别慌，儿子，你爹我还有一计。喂，是跑腿吗？麻烦你到花园小区来送我儿子上学。喂，大哥，你确定是送你儿子吗？哈哈哈，笑发财了！艾辰爸爸真的太有活了。不是哥们，你真是坤坤的亲爹吗？你看看别人跑腿的都怀疑你了，哈哈哈！我乐个瘫痪的吧，消失的吗？负责的跑腿，懂事的他。实话实说，听到艾辰要给孩子请假的时候，我就憋不住想笑了，哈哈哈！我就说看直播能学到真东西吧，起不来床的我终于有救了，以后就叫跑腿送孩子上学。我有很强烈的预感，王方观察员要开始发功了。跑腿在楼下等着呢。快去吧，儿子。妈，早饭我没时间吃了，给你放微波炉热着的，你记得起来吃啊。不吃早饭怎么行啊？你吃了再去呗，反正都迟到，不着急。没事，我去校门口随便对付2口就行。艾辰朝坤坤比了一个 OK 的手势，继续呼呼大睡。
太乱来了，究竟是哪些人在给他投票？你们看看，这就是典型的不负责任的家长。送孩子上学本就是身为父母的分内之事，就连这种基本的小事都不愿意做，还谈什么教育孩子？而且送孩子上学本就是一次很好教育孩子的机会，家长们可以在途中多和孩子交谈互动，增进与孩子的关系。这一点上，张燕家长的做法就很好。而赖晨呢，既然叫跑腿送孩子上学，如果大家都向他学习，岂不是乱套了？他一个人对孩子不负责就算了，现在大家都要效仿他，我们国家的教育岂不是都被他毒害了？事关孩子的教育，大家要擦亮眼睛啊！这爱晨完完全全就是家长中的毒瘤。我觉得王芳观察员的话有些不妥。首先，叫跑腿送孩子上学，如果您觉得这是不负责的表现，我觉得有些武断。在我看来，爱晨这其实是在锻炼孩子学会独立，而不是依赖家长，既保证了孩子能够到达学校，又锻炼孩子在没有父母在身边时的应对能力，这难道不是一举两得吗？其次，您说送孩子上学是教学的好时机，我想请问，连这种时间都要用来教育孩子，孩子会不会觉得很压抑呢？先不说直播画面中张燕家长的教育是否真的起到了效果，就说他这种不让孩子坐校车，而是要自己冒着风雨送的行为，既不安全又让孩子不合群的做法，就是有苦硬吃，且吃力不讨好。最后我想说的是，大家支持爱晨，自然是因为爱晨有着不一样的闪光点，您不喜欢，但请尊重。这小年轻懂个屁啊！我赞同王芳观察员的看法，人家张燕家长冒着风雨送孩子，这么含辛茹苦的还能被喷？就是，咱们做家长的都是苦了自己，也不能苦孩子。楼上你有没有搞错？难道坐在电动车后面的子涵不是冒着风雨的吗？他就没有吃苦了？就算子涵吃苦了，那也是应该的。现在能吃苦，以后才能享福。可去你妈的吧！现在能吃苦，以后只会吃更多的苦。江玉观察员说的对，张燕家长就是有苦硬吃，还让孩子也跟着一起吃。时时刻刻都要教育孩子，累不累啊？看得我都恐生。没错，就连送孩子上学的时间都要用来教育孩子，我看着都要窒息了。要是真要这样教育孩子，我宁愿不生。对，我还是喜欢爱晨的做法。你们这些年轻人啊，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教育孩子就是要融汇于生活的点点滴滴。要是都像爱晨这样不是那个心，这个国家的教育岂不是都乱套了？那国家还怎么繁荣富强了？还是多听听年长人的建议吧，把目光放长远一点。我觉得应该是不听老人言，快乐一整年。可拉倒吧，现在网上早就有人给你们这种人的教育方式定义了，贵就是教育，是不可取的。本来还在观望，但是看见王芳观察员实在来气，我选择投票给爱晨。丁，恭喜宿主获得25000点声望值，当前声望值56314，当前声望值可进行一次抽奖，是否抽奖？系统抽奖。丁，恭喜宿主抽中顶级游戏水平 CSGO 顶级游戏水平，似乎还不错。爸爸，嘟嘟打人啦！事已至此，还是先吃饭吧。爱晨拿出手机，打开袋鼠软件开始叫鸡。不一会，外卖就送到了爱晨的家门口，炸鸡、汉堡、薯条、奶茶、麻辣烫，各种美食香气四溢，把一旁的跟拍大哥都看呆了。坤坤爸爸，微波炉里面不是有饭菜吗？你怎么点这么多外卖？孩子都去上学了，我肯定得点好吃的犒劳一下自己啊。折一根。不冷，你吃吧，我还得盯着相机呢。爱晨也不勉强，开始对着一桌子的美食大快朵颐起，他吃的那叫一个香，把一旁的跟拍小哥都看饿了，连连吞咽口水。此时直播间的观众们同样馋得不行，爱晨看不见直播间中弹幕，自顾自地将桌子上的东西一扫而光。正当他打开手机看看今天的接单软件上有多少单子时，几个红点引起了他的注意。有着强迫症的他毫不犹豫点了进去，红点来自他儿子的班主任李兰。一旁的跟拍大哥将镜头拉近，为了不侵犯隐私，刻意询问了一下爱晨。爱晨则大方地将手机凑近镜头，表示随便拍。家长群的消息落入直播间观众的眼中，伴随着弹幕的讨论声，爱晨往下滑到了班主任李兰艾特他的一条消息，是一张图片，不仅艾特了他，还艾特了王子轩的家长王雷。爱晨没有管图片下面李兰说的一大段话，直接点进了图片，只见自己儿子坤坤和王子轩站在教室外的走廊上，手里捧着一本书，应该是在早读。坤坤抬头挺胸，站得笔直，神情认真，嘴巴张得老大，看样子读得很起劲。很快，爱晨便在群中回复了这条消息：老师拍的真好，看见我儿子坤坤了，认真读书的样子真帅，为他点赞。这是今天早读迟到的同学，我让他们站在走廊上读，请坤坤家长看看我上面的那些话。早读迟到，手机屏幕前的爱晨看着这段话，不仅严厉还 PUA， 一个人迟到，非要说影响了整个班级。身为担当后，他虽然尊重老师，但是可不言听计从。那我儿子也帅，昨晚是我拉着他打游戏，让他放松一下，才导致他今天来晚了。有的家长居然把迟到当做一件很值得炫耀的事情了。一日之计在于晨，迟到在我们班是绝对不允许的。如果家长真的要一味的袒护自己的孩子，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我的班级不欢迎这种学生，不要让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希望能向王子轩爸爸好好学学。老师说的太对了，一日之计在于晨，何况马上期末考试了，绝对不能纵容孩子迟到。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
一听这句话我就来气，跟我以前的老师一模一样，素质这么低怎么当的老师？外边又是刮风又是下雨的，让孩子站走廊早读，这不是在体罚吗？爱晨是真勇啊，我跟孩子老师平时都是笑脸相迎，完全不敢得罪啊。是啊，不少老师有点学问，全拿来对付咱们家长了。老师发了这么长一段，先看看爱晨怎么处理吧，咱静观其变。这个爱晨怎么一点礼貌没有？老师这是在纠正他孩子的问题，爱晨居然还不乐意，一味的偏袒孩子，只会让他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身为家长，要让孩子明白犯错是耻辱的，要让孩子深刻反思。古人说过，知耻而后勇。这爱晨一看就没有什么文化，怎么能教育孩子？他简直就是家长们的反面教材。我就说00后是不能当好一个家长的，实在不行就把孩子交给他爷爷奶奶教吧，这样下去迟早害了这个孩子。王方观察员，你又错了。知耻而后勇并不适用于孩子的教育，儒家强调有耻且格，但《论语》更载过则无惮改。苏格拉底也说过，教育不是灌输，而是点燃火焰。真正的教育者应当做思想的助产士，而非精神的刽子手。以上这2句，你要是不明白，可以去查资料。我们不应该把教育当成经验式的和想当然式的。针对你说的最后一句话，00后当不好家长，我想说的是，其实00后很多人已经不想当家长了。若是当了家长，当的好不好也没有你评头论足的份。李兰老师，我请你向我家孩子道歉。什么叫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首先，我家孩子只是违反了班规，并不是触犯了国法，他只是做错了事，不是做错了人。迟到并不光荣，但是也不影响孩子在我心里面就是最好的。在学校你已经教育了，让他在走廊上罚站早读，既然已经批评了，且他也乖乖接受了，那我觉得也应该表扬他。孩子犯了错，需要的是老师和家长的鼓励，而不是当做反面教材来宣扬，更不是对着家长那么阴阳怪气。这位老师，希望你多在教育孩子上面下功夫，不要什么事都往家长身上推。我希望你将上面那段话撤回，否则我一定会到学校去找你当面理论。坤坤爸爸，您别激动，刚才是我说的话是有些难听，但是我也是着急孩子的学习，马上要期末考试了，总不能放任他迟到吧？他早读完我就让他回教室了，这点小事您就不用到学校来了。战场上你帮爹挡子弹，学校你爹一定站你身前。既然老师觉得是小事，那我就闹大。小事？先前你说的这么严重的时候，怎么不是小事？得亏我儿子心理承受能力被我锻炼过，在走廊上罚站依旧积极向上的朗读。若是换成心理承受力差的孩子呢？我的孩子或许不会站上领奖台，但我绝对不会让他出现在天台。既然你不想我到学校来，那我只好去教育局了。看着家长群中李爱晨发来的消息，李兰足足愣了好一会儿，这时又跳出一条消息：李兰老师，你怎么回事？学校突然接到举报电话，说你过度苛责学生，你给我一个解释。看到这条消息，李兰没敢回复校长，连忙回到家长群里撤回了先前发的消息。对不起，坤坤爸爸，这件事情是我的错，我现在向您道歉。待会等坤坤下课，我也向他道歉，并且向您保证以后会注意自己的用语，不会过度责罚孩子了。不知道这样处理您是否满意？麻烦老师了。哇塞，爱晨这波简直帅的没边了，竟然敢正面硬刚老师，这可是我连想都不敢想的。这可不就是对方拒绝了你的持无视教育，并且反手给了一巴掌。我勒个去，谁说这个家长不负责的？这家长可太棒了！营销号们快剪啊，剪下来给我爹妈都看看。楼上的别给他们看了，我爸妈正在旁边指责爱晨呢，真搞不懂这些家长怎么就油盐不进。时间很快来到下午，今天是周五，所以放学时间比往常要早上一会儿。门铃响起，爱晨起身前面开门，门刚一打开，背着书包的坤坤直接扑进了爱晨的怀里，给了他一个热情的熊抱。随后，坤坤扬起小脸，满含激动与崇拜的看着爱晨。男子汉大丈夫，扭扭捏捏的做什么？有什么话就说出来了。刚刚放学的时候，班主任跟我说早上迟到的检讨不用写了，还跟我道了歉。我当时还有些懵，后来才知道老爹你在家长群里夸我帅，还把我们班主任好好的教育了一顿。你是我儿子，只要你能知错能改，那么你就是最帅的。老爹你也帅。对了，今天你老爹我当着你们班主任的面夸你，你怕不怕他在学校给你穿小鞋呢？班主任为什么会给我穿小鞋？是因为没有人夸他吗？如果他没有爸爸夸，那我可以让老爹你夸夸他。攻击力可以，不愧是我儿子。好了，今天是周末，正是上分的绝佳时机，待会儿吃完饭上号陪我整2把。老爹，你昨天不是答应了我今天不喊我打游戏了吗？而且我作业都还没写呢。答应你的前提是你得带我打劫 A 大，你昨晚可没做到。都周末就得好好放松放松，作业什么时候写不行？上分可不能耽误了，眼瞅都赛季末了。老师说了，要远离游戏，以后才能考上好大学。爹，我要考清华。你是我儿子，你的学习天赋我还不清楚吗？上小道都费劲，还考清华？今晚跟我 solo 几把，老爹带你练练枪法。
好吧，绷不住了，这对父子简直太有活了。哈哈哈，前有上什么北大，跟爹上医大，后有考什么清华，跟爹上小道，笑发财了。听听这是人话嘛？别人家长在意的是快期末了，好好抓孩子的学习；爱晨在意的是赛季末了，得好好上分。哈哈哈！你们有没有注意到王子轩同学怎么又有手机了？哎呦，我的嘞！你这是太……爹，我可能没办法陪你打游戏了。为什么？意思是找份工作，然后赚钱，让孩子体验一下生活也挺好的。至于什么感不感恩什么的，我倒不是特别在意，只要等我老了，坤坤不把我养气罐就行。儿子，你要参加这个活动吗？当然，老师说表现优秀的可以拿奖状呢。那你想好要做什么职业了吗？还没。要不带儿子一起当游戏主播吧？如今正好可以利用上抽到的顶级游戏水平，手把手来培养孩子的游戏天分。学习和游戏同时进行，如果学习好，就让他学习；游戏好，以后就当游戏主播或者打职业。学习不好，儿子以后还能继承自己的直播间，自成副业，多好！艾辰愈发觉得可惜，不过他也并不着急。至于这个学校开展的课外实践活动，坤坤想靠什么职业来赚钱，还得尊重他的想法。另一边，子涵独自蹲坐在学校门口，眼巴巴的等着妈妈来接他。子涵的妈妈张燕经常加班，而他爸爸的下班时间则更晚，所以每次放学，子涵都要在这儿等上好一会儿。所幸旁边就是保安亭，安全方面倒还能让人放心。妈妈，这是我给你买的奶茶。子涵，你哪来的钱买奶茶？这是我省下来的零花钱。妈妈，我从来没见你喝过奶茶，就想给你买一杯尝尝。子涵，这奶茶你自己喝吧，妈妈不爱喝，以后别乱花钱了。你想想，一杯奶茶的钱能买好多瓶矿泉水呢，家里也有水，没必要浪费钱买奶茶。哦。一路上，张燕像往常一样，边骑车边询问子涵在学校的学习情况，还让子涵回家后把学到的知识默写出来给他看。子涵没有说话，只是默默的点头。他本想告诉妈妈，今天学校组织了体测，老师没讲什么新知识，但他最终还是没有说出口。张燕妈妈真的很会教育孩子，把学习融入到日常生活中，这样肯定能让子涵养成爱学习的好习惯。张燕妈妈教的真好，子涵这么懂事听话，比我家孩子强多了。强烈建议大家向张燕学习。我操，你们没觉得这氛围很压抑吗？弹幕都在夸，我真是搞不懂。子涵就像个没有感情的提线木偶，这哪是听话？分明是被管得太死了。张燕可能是真心为子涵好，但教育方式确实有点问题。孩子的成长还是需要一些自由空间的。同感，张燕妈妈就是典型的望女成凤，把所有的期望都寄托在孩子身上了。王雷爸爸直播间依旧是父慈子孝的画面。王雷下班看见王子轩躺在沙发上看电视，作业却一个字没动，顿时火冒三丈，抄起皮带就开始教育。王雷看着每次都说下次不敢，又每次再犯的儿子，只觉得恨铁不成钢。臭小子，课外实践活动你就去外边给我捡瓶子去，老子非要让你知道到底是捡垃圾轻松还是学习轻松。此话一出，引得弹幕哄堂大笑。摆摊太累，打工太辛苦，做义工又挣不到什么钱，老爹，我到底该选什么职业啊？儿子，你想不想人在家中坐，钱从天上来？想啊，可是不劳而获是不可能的呀，老爹，赚钱还是得脚踏实地。其实我想到了一个职业，保证你在家就能赚钱。老爹，你该不会是想让我当你的游戏陪玩吧？这小子瞎说啥呢？我是那种没心没肺的爹吗？当然不是，明天你听我的安排就行。老爹估计是想让我做点家务，然后再给点报酬吧。坤坤半信半疑的点了点头，转身回到房间，看到坤坤回房，艾辰也没叫住他。刚吃完饭，先休息一会儿，再上游戏也不迟。过了好一会儿，坤坤房间的门不知何时悄然掩上，屋内熄了灯，一片昏暗。这小子在搞什么飞机？我很好奇，有什么好工作是能够在家中就能赚钱的？艾辰该不会是让坤坤做家务吧？我感觉很有可能。艾辰搞得这么神秘，肯定没有这么简单，大家拭目以待吧。艾辰轻轻推开卧室的门，借着客厅的灯光，看着眼前的一幕，只见坤坤整个人裹在被子，密不透风，像个蚕茧。仔细听，还能捕捉到被子里传来的窸窸窣窣的声响。注意看，眼前这个人的儿子在被子里传来源源不断的动静。坤坤爸爸，咱先出去吧，你这样会伤害孩子自尊心的。我去，这坤坤不会是在偷偷做手艺活吧？这么小的孩子也会吗？哈哈哈，绷不住了，这要是被直播出来，孩子不得社死啊！呵呵，好笑吗？我只看见了一个绝望的机长。这种行为虽然正常，但是身为家长，还是要教育孩子，给孩子正确的引导。你们这些人能不能动动脑子？坤坤还这么小，估计是在偷玩手机。艾辰，快和跟拍大哥出去吧，咱得尊重孩子的隐私啊！我就说这艾辰不靠谱，居然让孩子
子养成这种陋习。这么多观众支持他，他可不能就这么退出房间敷衍了事，应该让大家看看他到底会怎么教育孩子。艾辰听了跟拍小哥的话，心中的疑惑更甚。房间里灯光昏暗，这时他注意到坤坤被子的缝隙中透出一丝微弱的光亮，都是从孩童时代过来的。艾辰心里顿时有了底，这小子估计是在被窝里偷偷看漫画书或者玩手机，他被我发现才躲了起来。想当年小时候这么做被父母发现，免不了一顿竹笋炒肉，但如今成了家长，自然不会这么对待孩子。看就看，玩就玩呗，放假不玩，难道在学校玩？至于跟拍小哥说的伤害自尊心，真有那么严重吗？正当艾辰思索之际，被窝里的坤坤似乎察觉到了外面的动静，小心翼翼地探出脑袋，一眼就看到了站在门口的艾辰和跟拍小哥。老爹，你干啥呢？我正睡觉呢。睡觉？你这个年纪这么早怎么可能睡得着？老实交代，你到底在干什么？没干什么，我真的在睡觉。叫孩子可不能撒谎咯。没事，老爹不会怪你的。你要是想玩，大大方方玩就行。感情这小子是在写作业，这崽子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刻苦了？可不对呀，再怎么刻苦也没必要躲在被窝里写吧。我了个豆啊！我丝毫不会怀疑这是剧本，因为这是人能想出来的剧情吗？不是哥们，原本以为是机长，其实是学长。666躲被窝里写作业，这孩子的学习的瘾真大，哈哈哈！完了，孩子染上毒品了，哈哈哈！这犯的是可不小，情节这么严重，说不定要去清北关上4年。太邪门了，哥们！枕头底下藏的不应该是手机吗？怎么成作业了？你这孩子到底怎么想的？刚放假就该好好休息，你好歹看看漫画书什么的也行啊。我这不是怕你拉着我打游戏，作业没时间写吗？不行，绝对不行！你在这黑灯瞎火的地方写作业，多伤眼睛了。作业什么时候写都行，但游戏可不能等。今晚就跟我上小道去练枪法，为明天做准备。哈哈哈，跳不活了，还以为奈岑要拉着孩子到外面写作业，没想到是去小道了啊！我爹妈还能这样教育孩子，这样下去，该不会真让孩子爱上打游戏吧？不，打游戏的压力这么大，这样下去只会让坤坤无痛进入北大。艾辰这样下去真的会毁了孩子的。你们看看，连作业都不让孩子做了，这不是耽误孩子的前程吗？这艾辰自己成天在家无所事事就算了，现在还要拉孩子下水，这种人怎么配当父亲？我看学校的实践活动，这艾辰不仅帮不上忙，反倒还会帮到忙。第二天清晨，艾辰一反常态，没有像往日那样一直赖在温暖被窝不起，就连前来跟拍的大哥眼中都闪过一丝讶异。坤坤爸爸，今天起的课真早呀。没办法，儿子在家，怎么着也得吃顿早餐嘛。说完，艾辰就往门外走去，不一会就拿着他点外卖买来的1板鸡蛋、1把面条，还有一些新鲜蔬菜。哇塞，艾辰今天这么早就起来了，还买了菜，难道是要给坤坤做顿爱心早餐？太不可思议了！艾辰今天是父爱大爆发了吗？谁说艾辰不爱孩子？我看他爱得深切着呢。换作是我，都没这毅力，一大早给孩子做早饭。我一般都是给孩子买点包子应付一下。昨晚打了一整晚游戏，居然还能起这么早，年轻人就是精力旺盛啊！艾辰把菜放进厨房后，踱步到坤坤的卧室门口，轻轻敲了敲门。儿子，该起床了。老爹，今天早餐吃啥呀？就吃蔬菜鸡蛋面吧，菜在厨房，交给你了。我回房再糜一会儿，煮好了叫我。对了，别给我煎鸡蛋，你自己吃就行，我不爱吃。交代完这些，艾辰头也不回地走进房间，倒头便睡。坤坤似乎早已习惯了父亲这样的安排，洗漱完毕后，来到厨房开始熟练的洗菜、切菜、煮面。我去，害我白感动一场，敢请你买菜来是让孩子你给做早餐啊！果然是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直接让孩子做早餐，煮16啊！哈哈哈！70后孩子爸不饿你吃，80后孩子你吃完爸再吃，90后这个小孩子不可以吃，00后孩子做饭给爸吃。艾辰不爱吃鸡蛋，是想把有营养的让给孩子吗？想多了，鸡蛋才几个钱，我看艾辰是单纯不爱吃，哈哈哈哈！老爹，你这是在干啥呀？老爹在帮你准备工作呢。喏，你的工作就是当主播。主播？老爹，你没在开玩笑吧？怎么，你不是说不知道做什么工作吗？我觉得当主播挺适合你的。可是我没啥才艺啊，唱歌不会，跳舞也不行。儿子，你要当的是游戏主播。坤坤爸爸，这样做恐怕不太好吧？学校组织的实践活动是让孩子体验职业，感受赚钱的辛苦，学会感恩。可艾辰倒好，让孩子当游戏主播，这算哪门子职业呀？怎么是节目录制的时候不允许直播吗？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只是孩子还小，让他直播打游戏，播出去可能会产生一些不好的影响。
哦，那待会直播的时候，我让坤坤出镜，只拍他的游戏画面不就好了？哥，是我多嘴了，这爱晨是个人物。怎么样，儿子？昨晚咱练了那么久的枪法，待会直播肯定没问题吧？老爹，这真的靠谱吗？我怕回学校被老师批评。你怕个？游戏主播难道不是正经职业吗？游戏主播难道不能赚钱吗？老师不是要求拍视频吗？你直接把直播录屏发给他就行。咱们当正经主播，赚合法的钱，老师凭什么批评你？说不定你靠直播赚到钱了，老师还会给你评奖评优呢。爱晨这一番话说的坤坤一愣一愣，听到评奖评优这几个字，坤坤立刻来了精神。好的，老爹，我干了。不过待会打游戏的时候，你可别给我太大压力呀。你先上号准备准备，老爹我马上就开始直播啊！你放心，只要你拿出晚上偷偷写作业的劲头来打游戏，我包不压力你。我乐个游戏主播啊！爱晨这是给大家整了个狠活啊！倒反天罡，学校老师要是看见坤坤当了游戏主播，估计得两眼一昏，哈哈哈。另一边，王磊已经带着儿子出了门。王子轩今天的工作是捡废品。王子轩，别总翻垃圾桶，多脏啊！就在马路边捡些瓶子就行。不好好读书，以后就只能像现在这样捡垃圾，到时候你就会知道，没有人会看得起你。看到这个矿泉水瓶了吗？现在回收价1毛1个，要想挣够今天的午饭钱，得。爸爸快来，这边有好几个宝箱，今天的午饭有着落了。捡垃圾真好玩，以后我每天放学都要捡。哈哈哈，笑死我了！原本是想让孩子吃苦，没想到孩子玩得不亦乐乎。这王子轩简直生来就是其他爹的一把好手。子涵，趁现在没有人，你先读会书，等来人了，妈妈提醒你。阿姨，小弟弟，你们好呀！这都是我们做的手工甜点，可好吃了，你们要不要尝尝？小男孩毫不客气，走到摊子前，拿起一块饼干就塞进嘴里，还没吃完，紧接着又拿起一块。子涵也不生气，礼貌地介绍着：“这个是辣椒味的，那个是芥末味的。”谁知道小男孩突然伸手抓了一大把饼干，直接就往自己的裤兜里塞。小弟弟，不能这样，你这么拿是要付钱的。小男孩压根没有理会子涵，拿了饼干转身就准备跑。子涵眼疾手快，一把拉住了他。没想到小男孩力气还挺大，直接把子涵推倒在了地上。这孩子怎么这样啊？家长也不管管，太没教养了。就是怎么能随便抢东西还推人呢？小男孩的母亲听到之后脸色变得有些难看。这时张燕急忙赶了过来，一边扶起子涵，一边说：“没事没事，小朋友之间打打闹闹很正常。这饼干也不值多少钱，拿去吃吧。”中个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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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的叫！看见没有，人家家长都没说什么，关你们什么事？子涵，妈妈知道你委屈，但是咱们要学会宽容和谦让。他还小，不懂事，咱们不能跟他计较。在学校里，老师不也教过你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吗？子涵强忍着委屈，回到摊位前收拾东西。只是原本摆摊的好心情，此刻已被失落取代。还是张燕妈妈做得好，通过这点小事，就让子涵明白了大道理：吃亏是福，宽容和谦让是我们华国人的传统美德，家长们就该从小培养。我培养你，忍一时，越想越气；退一步，越想越亏。你这老能不能闭嘴？是亏是福的话，那你多吃。我的妈！这种熊孩子看得我忍不住上去扇他大耳巴子。你这妈妈是怎么当？气得我乳腺疼，东西没卖好就算了，怎么女儿也没保护好？不宰的，我在这个直播间一刻也待不下去了。还是去看爱晨吧。爱晨虽然自己坑孩子，但是一定不让别人欺负他。爹，我想玩狙。你小子想都别想，你还得站在我前面给我挡子弹呢，玩什么狙？让我玩一把吧，我昨晚苦练狙法，保证一枪一个头。我是你谁？爹，你是我亲爹。既然我是你爹，你玩狙也得在我前面保护我，记住了没？必须的。不是哥们，玩个游戏不至于吧？为了一把狙人爹，太没骨气了吧？就是，狙有什么好玩的？喊爹喊得这么勤。我操，这不是龙狙吗？爹，让我摸下枪托就摸一下，待会我给您封200个烟当孝敬您了。爹，你是我亲爹，给我玩玩。哈哈哈，坤坤喊的没毛病，这是真爸爸，笑得我肚子疼。这也太有节目了吧，老弟。这几个队友怎么也不会想到，这是一位老父亲带着他有点烟嗓的儿子在甜蜜双排。666，我是路过的，这是什么节目？亲子节目还是游戏节目？我丢，这是真龙狙啊！爱晨这么有钱吗？这把狙当然不是我的，因为这个号是直播间一位大哥提供的。没过一会，这一把的战斗就来到了最紧张刺激的环节。来打几个爹？有5次。臭小子，什么几个爹？你只有一个我这个爹。我是说，爹，内带有几个敌人？下次注意逗号的使用。看着躲在箱子后面用狙进行人体描边的坤坤，他是越看越来气。坤坤，别摆弄你那把破狙了，赶紧换上步枪跟爹走。然而不出半分钟，坤坤就成了敌人的枪下亡魂。儿子，不是让你给我挡子弹吗？你人呢？坤坤指了指已经灰屏的电脑屏幕。老爹，我已经燃尽了。
对面的走位让我想起我奶奶，她刚学会用电脑。玩龙驹的怎么菜成了这样？拜师嘛，我来教你怎么玩。对面是人机吗？我家猫说你键盘上撒把米，鸡都比你打得好。这可不关我的事，又要看敌人，又得看老爹你。等着儿子看老爹怎么把他们杀穿。お前はもう死んでいる。不到2分钟，对面的敌人就被艾辰尽数解决。看着对面在全部频道发的一连串问号，此时坤坤的心中也是十分震惊。老爹是不是开了？怎么突然之间变得这么强啊？我靠，我也没眨眼吧？怎么对面全倒地了？不懂这游戏，但是主播看起来好厉害的样子。不是哥们，你这样搞得我不得不关注了呀。不像是开了，主播根本没关啊。666，演都不演了，就这水平打职业都绰绰有余了呀。看见了吗，坤坤？电子竞技菜就是原罪，你菜就会被别人嘲讽，放在现实生活中也是，你弱就会被欺负。这个时候我可要做的就是不断垫墙，然后反击回去。老爹今天帮你了一次，下次就不一定能帮你了，懂了吗？坤坤似懂非懂的挠了挠头。这时直播间飘来一句弹幕：懂了，现在你还小，所以你老爹压力你，等你长大了，记得反击回去，罚他的氧气罐。老爹，你的意思是让我以后把你的氧气罐吗？不得不说，艾辰竟然在游戏中也会维护自己的儿子，这一点真的很少见。是呀，虽然只是游戏，但是艾辰是一点亏不让他儿子吃呀。面对敌人的嘲讽，艾辰都杀疯了。要不是在直播，我觉得艾辰很有可能会化身祖安人，直接对回去。感觉这对父子的关系是越来越好了。坤坤都敢和艾辰开把氧气管的玩笑了，哈哈哈。诸位说归说，笑归笑，看了记得投一票。小吴，你联系一下沙雕小学的校长，今天我们一起去他们学校的学生家中走访调查，了解一下学生们参与这次课外实践活动的具体情况。这次走访的对象就选定教子有方中的那3个家庭，虽然在直播中或许也能看到一些情况，但咱们还是亲自到实地去考察比较好。林主任，如果选他们的话，恐怕会对我们的走访调查工作不太有利。为什么这么说？最近教子有方这档节目在网上引发了不小的争议，咱们去走访调查，很可能会引发更大的争议。争议大说明老百姓对他的关注度高，我们要深入群众，聆听群众的声音。这样的家庭，我们更应该去走访，去了解这些家庭中学生的真实状况。可是林主任，我担心万一出现什么突发状况，会对我们市教育局的形象产生不好的影响。小吴了，我知道你考虑事情比较周全，但是咱们既然穿了这身衣服，就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事情得把人民的需求放在第一位，别总是畏首畏尾的。你下去吧，联系一下他们学校的校长。小吴见局长态度坚决，便不再多说什么，转身退了出去。沙雕小学校长陈山听闻教育局局长要亲自到他们学校学生的家中走访调查，而且走访对象还是教子有方节目中的那3个家庭，心里顿时咯噔一下。要是走访过程中出了什么岔子，我这校长的位子可就岌岌可危了。于是他赶忙打开节目直播页面，张燕家在卖饼干，王雷家在捡废品。至于艾辰家，咦，怎么是黑屏了？难道是他直播间的人太多，服务器崩溃了？随后他拨通了班主任李兰的电话，从李兰那里得知，艾辰今天在家长群的活动项目表中填写的是居家办公。得知这个消息，陈山松了一口气。为了保险起见，他还是吩咐李兰前往艾辰家里，提前给艾辰和他儿子坤坤打个招呼，而他自己则先去迎接林卫民局长。儿子，你先播着，我去床上密会儿。你的枪法这么差劲，抓紧去练练吧。我可警告你啊，可别趁我睡觉的时候偷偷学习，被我发现了，有你好果子吃。坤坤爸爸，你不看着直播间吗？有啥好看的？万一待会直播间出什么状况，坤坤应付不来。能出什么状况？说不定我不在，这小子玩得更开心呢。再说了，学校都让家长们尽量不要干预孩子的课外实践活动，锻炼的是他们，又不是我，何必一直在这守着？而且你这设备不是还没修好吗？现在我也不用录节目，能睡会儿，何必干坐在这儿？跟拍大哥看了看坤坤，似乎觉得艾辰说的也有道理，只好默默地低下头继续维修设备。一会儿过后，班主任李兰心急火燎地赶到了艾辰家。老师，你怎么来了？李兰打量着四周，只见客厅里摆放着2台醒目的大电脑，还有一个大哥正摆弄着一堆设备。坤坤，他是你？老师你好，我是教子有方的跟拍摄像师。听到这话，李兰立刻礼貌地打了个招呼，同时再次环顾了一圈四周，没有看到艾辰的身影。坤坤，老师是来看看你做课外实践活动的情况的。你爸爸呢？我有要紧的事情跟你爸爸说。老师，我爸爸在房间里睡觉呢，你可别把他吵醒了。说着，坤坤就把李兰领到了他的直播镜头前。你看，我这正在做课外实践活动呢。班主任李兰刚一现身于直播画面之中，观众们瞬间就炸开了锅。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学校安排体验职业，坤坤直接摇身一变成了游戏主播，哈哈哈哈！简直要笑岔
岔气了，这老师怎么还亲自上门检查作业啊？坤坤交上的这份答卷，老师可还满意？等会儿艾辰睡醒了，发现老师来了，估计下巴都得惊掉了。我记得他们班主任可严厉了，这下发现坤坤在做游戏主播，肯定会好好批评他一顿。完啦，不要啊，老师可千万不要制裁我的爱播啊！节目直播黑屏了，你再让坤坤下播了，那我还看什么呀？坤坤，你这是在玩游戏？不，老师，我这是在工作，我的职业是游戏主播。游戏主播？天哪！艾辰怎么会允许孩子选这样的职业？坤坤，游戏主播可不是什么好职业，你怎么会想到做这个呢？老师，这是我爸爸给我选的职业，我觉得还挺好的呀，既能和叔叔阿姨们聊天，还能赚钱呢。坤坤，你现在年纪还小，应当以学业为重，考上一所好大学，将来才能找一份体面的工作。你要听老师的话，老师是不会害你的。就说你做这游戏主播能赚多少钱，不过是些1、2毛的免费礼物罢了，谁会心甘情愿把钱白白送给你这么个小孩子？免费礼物？那这些直升机保时捷也是免费礼物吗？可老爹说这些礼物可值不少钱的。这话一出，李兰头顶瞬间冒出一个大大的问号。她定睛朝屏幕上看去，只见右上角的礼物总值竟已将近2万，而且直播间的礼物特效闪个不停。她还惊讶地发现，此时坤坤直播间的人数竟然达到了10万之多。李兰一时语塞，她感觉自己的三观都快被震碎。坤坤把还处于懵逼状态的李兰领到沙发上坐下。老师，您先在这坐会儿，我老爹在房间睡觉呢，我不敢叫醒他，麻烦您先在这等一等，我先去工作了哈。说完，坤坤又坐回了电脑前。各位义父，我老爹现在应该睡着了，大家想看什么节目，扣在公屏上吧。哈哈哈，坤坤你还真是油盐不进啊，给老师都整懵了。想看你被老师打屁股没问题吧？哈哈哈，老师猛调好笑程度100%，坤坤转头直播喊义父好笑程度10%哇！主播，敢不敢把你老爹喊起来重睡？对，喊他起来重睡。陈复义，义父们这可不心该啊，我爸我没有长大机会啊。虽然我不敢把老爹喊起来，但是你们要是让我以后拔胎氧气罐，我还真敢。各位义父，这样吧，一颗小心心拔1分钟。话落，直播间很快就飘满了小星星，不过也有观众故意说不刷。坤坤见了只是笑着说道：嘿嘿，骗你们的，就算你们不刷我也拔。一时间，直播间里又是一片笑声，同时跟拍终于修好了他的摄像机。观众朋友们，这一幕属实有点令人称奇了。坤坤小年纪就这么厉害，能跟观众们打成一片，真是相当的开朗大方。这直播啊，还真是一份新颖的职业。主持人夸得真对，坤坤这活泼劲儿实在太招人喜欢了，满是活力。哈哈哈，这坤坤跟他爹一个样，小嘴真能叭叭，能说会道，太可爱了。这艾辰太胡来了，为了点钱就让孩子去直播，孩子心智不成熟，直播环境复杂，满是诱惑，习惯了靠直播博眼球赚钱，哪还能安心学习？把孩子领上这条歪路，一定会毁了他呀！难道大家都不明白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个道理吗？王方观察员，恕我直言，你的观点我实在不敢苟同。你可知道，如今不是从前，你的思想观念早已跟不上时代的步伐，远远落后了。现代社会职业种类繁多，每一种职业都有其独特的价值。环卫工人、建筑工人，他们为城市的运转和建设默默付出，贡献卓著，绝不能被轻视。而且，读书并非获取知识的唯一途径，更不是赚取金钱的唯一手段。每一位劳动者都值得尊重，难道还要给他们划分出3、6、9等吗？王芳不屑地冷哼一声，心中暗自想着，这00后终究还是太年轻气盛了。想必您刚才也看到了教育局局长走访子寒家的画面吧？之前艾辰直播间黑屏，他便将注意力转到了张燕家的直播间，亲眼目睹市教育局局长亲自到学生家中走访调查的一幕。当时子涵被他妈妈叫到一旁读书，而张燕带他售卖饼干的行为恰好被林局长看到。林局长随后说的那番话，您难道没听见吗？我去，教育局局长亲自到走访，看来局长对这次课外实践活动挺上心啊。大周末走访，这局长是个好官。好奇局长是怎么评价张燕的？希望不是一味的夸赞张燕关心孩子的成绩吧。于是江玉就把林瑞明说的话原原本本的说了一遍。家长过度大包大揽，事无巨细替孩子操办，只知道让孩子死读书，这不是爱，而是在剥夺孩子生活自理、社会实践与全面发展的机会。就算张燕的做法有问题，也绝没有艾辰的问题严重。让孩子当游戏主播，教育局局长肯定不会允许他这种不良行为。放我一马，我是主播！放我一马，我是主播！正是坤坤这一嗓子，将原本在沙发上一脸茫然的班主任李兰给惊醒。他猛地想起校长和教育局局长很快就要到艾辰家，于是立刻站起身，快步走到坤坤面前。坤坤，你怎么还在直播啊？听老师的，赶紧关掉。可是老师，我这是在工作赚钱呀！赚钱？你这么小的孩子，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听老师的话，别再沉迷游戏了，把心思多放在学习上。老师，您就让我继续播吧，我得趁着这次课外实践活动多赚点钱。什么啊？我得多赚点钱，寒假的时候给自己报个补习班，在家里跟老爹一起打游戏压力太大了，只有去补习班才能缓解一下压力。老师，您就别拦着我了，等您到了我这个年纪，就明白我的苦衷了。
哈哈哈哈，笑得我满地打滚。原来坤坤多赚钱，不只是想拿到学校的奖状啊，还想到外面避难。哎呦，坤坤真是可爱死我了！你听听，等你到了他那个年纪就懂了，哈哈哈。听之前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听之后这孩子懂事的有点过分了。坤坤都喊我义父了，那就是我的孩子了，快来我家吧，义父保证不压力你。义父们，游戏玩累了，我先写会作业休息一下。不行，不许停，游戏还没看够呢。刚才主播死得太快，我还想多学几招呢。挨波，再来一局。坤坤写作业吧，咱乖乖学习，别听弹幕的话，摸摸头。坤坤看到这条弹幕，心里一暖，决定听从榜一姐姐的话，开始写作业。抱歉了各位，老爹正在睡觉，这可是我写作业的好时机。说着，坤坤关掉游戏，将摄像头对准自己，拿出作业本放在电脑桌上，认真的写了起来。嘿嘿，兄弟们，坤坤已经被我忽悠去写作业了。你们猜到会艾辰醒来看见坤坤在偷偷写作业会是什么反应？我去，你个老六，原来在这儿憋着坏呢。榜一姐姐你好坏，我好喜欢，哈哈哈！不行了，我快笑岔气了。666，艾辰快醒醒，你的好大儿又在不务正业了。我不是我就是我。你不是你就是你。李兰老师，我们快到了，你那边情况怎么样？学生在进行课外实践活动吗？在直播写作业。直播写作业，算了，直播写作业也不算什么错，你先下楼做好迎接工作吧。花园小区楼下，林卫民局长的车缓缓停在路边，校长陈山早早就等在一旁，脸上堆满了殷勤的笑容。李兰老师神色略显慌张，急匆匆地跑过来迎接。这位是林局长，这是咱们学校的老师李兰老师，也是今天走访学生的班主任。先前到其他2个家庭走访调查的时候，这个班主任可不在，难道是陈山见到前2次的情况不佳，便让这班主任李兰提前来到艾辰家打过招呼，好做足表面功夫？林局长您好，欢迎您来视察。林卫民轻轻点了点头，没有多说什么，叫上秘书小吴，跟随着李兰一同走进小区。丁，恭喜宿主获得2万点声望值，当前声望值49314。突然响起的系统提示音让艾辰醒了过来，见到声望值已经足够一次抽奖，艾辰便欣喜的准备开始抽奖。就在这时，门铃声响了，听到声音，艾辰起身走出卧室，疑惑的打开了门，只见几个人站在家门口，他瞬间有些发懵。3男1女都穿着正装，我寻思这打扮也不像是查水表的呀，你们是谁呀？坤坤爸爸你好，我是他的班主任李兰，这位是我们的市教育局的林卫民局长，这位是小吴林局长的秘书，这位是我们阳光小学的陈山校长。卧槽，该不会是上次在家长群里怒对李兰，对方现在来找我算账的吧？教育局局长都找来了，面子是不是有点太大了？艾先生，我们这次来是想走访调查一下学生的课外实践活动情况。林局对这次咱学校的课外实践活动很感兴趣，这次来你家是为了了解一下具体情况，不知道你家坤坤现在在做课外实践活动吗？这课外实践活动这么重要，局长都来亲自来走访，这多少有点罕见了。难道是看自己在录制《教子有方》这个节目，所以过来作秀的？不过对方毕竟是教育局局长，而且看样子挺客气的，不管对方是想来做什么，基本的礼貌还是要有的。林局长，需不需要我表演一下，配合你们？艾辰，你干什么？你这话可不能乱说。你只管领我们看看就行，我来走访就是要了解学生最真实的情况。那行，各位请进吧，我家坤坤正在做课外实践活动呢。众人鱼贯而入，来到客厅，节目的直播镜头也将几人的身影呈现在了画面中。我去，这教育局局长来的比我想象的更快啊！哈哈哈，大的要来了，待会教育局局长看见坤坤在当游戏主播会是一副什么样的表情？狠狠的期待住了。艾辰最好是不要让坤坤在局长面前打游戏了，好歹做面子工程。如此荒谬绝伦的做法，我倒要看看艾辰还怎么蹦跶。那可是教育局局长，不像直播间的观众们那么好糊弄。眼前这个男孩看到自己的老爹来了，神色慌张，手忙脚乱地收拾着电脑桌。你以为他在关掉电脑，实则是将作业本迅速塞到了电脑后面，紧接着又快速点开游戏界面进入游戏。喏，林局长，那就是我儿子坤坤正在打。坤坤，你在干什么？鬼鬼祟祟的。没干什么啊，老爹，我在玩。你还敢撒谎？每次一撒谎你就这样，看来今天我必须得好好惩罚你一次，让你长长记性了。看来这艾辰家确实没在我面前做表面功夫，孩子这会儿还在玩游戏呢。坤坤爸爸，孩子嘛，偶尔玩一下游戏放松放松也没什么的，讲究个劳逸结合，何必这么严厉的教育他？艾辰忙着教育坤坤，并没有听到林卫民的话，只是伸手摸了摸电脑桌上的机箱。臭小子，机箱都是冷的，你根本就没在打游戏，说是不是又偷偷写作业了？说着伸手往电脑后面一掏，将后面作业本拿了出来。今天必须好好惩罚一下你小子，让你打游戏不打，竟然偷偷摸摸写作业。今晚跟我上小道，给我练2个小时的惩罚。几句话一出，客厅里的气氛瞬间凝固。客厅里的几人面面相觑，显然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反转弄得有些不知所措，一个个呆立在原地。哈哈哈哈！直播间的榜一大姐的奸计得逞了，笑得我满地打滚。听听这是人话吗？一摸机箱是凉的，就知道孩子又偷偷学习了。这逻辑怎么反着来了？ 666，艾辰玩的就是
真实，竟然敢当着教育局局长的面喊坤坤打游戏，震惊我100年。当真是人狠话不多啊，这下直接给这自己人整懵逼了。哈哈哈，大眼瞪小眼，求林局长的心理阴影。艾辰还是一如既往的骚啊，原本以为他会体罚孩子，没想到竟然是拉上小道去了，哈哈哈。不过小道的压力也确实大啊。这艾辰太不像话了，让孩子当游戏主播就算了，竟敢在教育局局长面前公然让孩子打游戏，一点教育底线都没有，这人根本不配为人父。老弟，不是我非要写作业啊，本来我就想写一会儿休息啊，结果直播间的义父们一直刷礼物，让我接着写，所以才……听到坤坤的解释，艾辰看向直播间的弹幕，发现全是幸灾乐祸的声音。好家伙，儿子这是被直播间的老铁们给坑了呀！儿子，看来是老爹错怪你了，不好意思哈。既然这样，晚上的训练时间就给你缩减到1个小时吧。坤坤爸爸，你们这是？林局长，不好意思哈，刚刚忙着教育这小子，忽略你们了。如您所见，我在带儿子当游戏主播呢。游戏主播，怪不得小吴劝我最好别来艾辰家走访，现在算是见识到了，艾辰这人还真是不按套路出牌啊。坤坤爸爸，你怎么想到在课外实践活动中让孩子做游戏主播呢？林局长，您想听真话还是假话？当然是真话，我之前就说过，我是来了解学生真实情况的，不然也没必要亲自来走访调查，赚钱呗。你看看，我说的没错吧？这个艾辰就是掉进钱眼里了，演都不演了。好好的一次课外实践活动，本是用来教育孩子的，却被他拿来赚钱，跟张燕和王雷比起来，差远了。你看又急，但你先别急，身体重要啊！我倒是觉得艾辰说的没什么错，赚钱本来就是这次活动的评奖评优标准之一。艾辰想让孩子多赚点钱，也没什么不可以的吧？林局长都让他说实话了，你难道希望他撒谎吗？李明观察员，节目开始到现在，你就不能多说几句话？我没什么好说的，我觉得江玉观察员说的对。王方观察员，您先冷静冷静。冷静？我冷静你妈傻！这些网络游戏本就是毒害孩子的东西，孩子缺乏自制力，家长就该好好管控。可艾辰却反其道而行之，简直是逆天而行。游戏毒害社会，危害国家。如果家长们都学艾辰的做法，那我们国家就被他一个人给毁了。我强烈呼吁国家关闭网络游戏，让艾辰退出这档节目。牛，这大妈讲不过道理，开始道德绑架了。为什么是赚钱呢？坤坤爸爸，你确定这是你的真实想法吗？据我所知，坤坤学校的活动主题是职业体验，目的是让孩子体验赚钱的不易，学会感恩，而且开展课外实践活动是为了提升孩子的社会实践能力，促进孩子全面发展。你能跟我说说你的想法吗？职业体验的主题下，游戏主播难道不算职业吗？坤坤靠直播已经赚了不少钱，何必纠结于只体验2天的正经职业？有更轻松、赚钱更快的选择啊！为什么不做？现在不让孩子尝试，难道以后也一直拦着？你还在犹豫的时候，别人早就用麻袋装钱了。其次，我个人认为这项活动其实没什么实质作用。没用？这怎么会没用？局长，这次活动在我看来意义不大，孩子的社会实践能力哪是1-2天就能提升的？周末本该是家长和孩子休息的时间，却要折腾这种活动，太累了。而且很多家长根本不会认真对待，那些只关心孩子学习的家长会愿意让孩子参加吗？就算家长配合，孩子也未必买账。想要达到所谓的教育效果，难上加难。林卫民静静听着，眉头微皱，陷入沉思。他不禁想起之前去张燕家走访的情景，对方一心扑在孩子的成绩上，对活动敷衍了事，根本没有认真参与。依我看，这种强制参加的活动就是形式主义，所以我就让孩子当游戏主播咯，至少可以实实在在的赚到钱。艾辰的最后几句话如同一记重锤，让林卫民的身形微微一晃，脸上的肌肉也不由得僵硬起来。大哥，悠着点啊，待会回了直播间可别出岔子。艾辰，你在胡说什么？这次活动可是林局长亲自策划并推动的，对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意义重大，你怎能在这里妄加评判，还不赶紧向林局长道歉？原来这活动是眼前的教育局局长提出来的呀，这下属实有点尴尬了。我乐个洞，这艾辰是真啥都敢说，形式主义这几个字是想说就能说的吗？妈妈呀，艾辰敢说，我都不敢看，别到时候艾辰直接被关进小黑屋了。可是艾辰说的这些话都挺有道理啊！记得有一次学校组织一个感恩演讲大会，逼着我家孩子给我洗脚，我他妈尴尬的要死啊！原本林卫民的脸色本来就不太好看，但陈山的话却在他的伤口上撒了一把盐。林卫民没好气的制止了陈山，转头上下打量一番艾辰，紧绷的脸终于露出了笑容。之前有人劝我别来你这走访，说可能会出什么意外，但现在看来，我这趟真是来对了。你带给我的不是意外，而是惊喜。你说的每句话我都认真听了，这次是我工作考虑不周，非常感谢你让我了解到真实情况。回去后我会好好反思。不过在这之前，我还想请教一下，你对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有什么好的建议吗？建议吗？我倒是有一个，不如让学生们每天提前放学，这样课余时间多了，自然有更多机会参与社会实践，提升实践能力。闻言，林卫民点了点头，认真思考。提早放学，这样我家坤坤也能早点回家练枪吗？
哈哈哈！你这小子！现场的气氛也逐渐活跃了起来。当然，有人笑就有人哭。正在练枪的坤坤只觉得天塌了。不要！你们别听我老爹胡说。想提高孩子的能力，首先得杜绝学校和家长的功利心，给孩子足够的时间，让他们自由探索，别给他们太多束缚。家长们也该反思，整天带着孩子上补习班，压抑他们的想法，对孩子的奇思妙想不屑一顾，最后孩子失去了创造力，这是你们想要的吗？生命会找到自己的出路，孩子也一样，别让他们活在你设定的框架里。林伟明深深点头，眼神中透出一丝赞同。很快，他准备告别了。我会认真思考这次的事，并持续关注你的节目。林局长，宣传部那边传来消息，说这次事情影响挺大，您看要不要控制一下舆论，让新闻媒体发些对咱教育局有利的报道？没必要，我们应该借此机会好好反思当前的教育模式，而不是急着操控舆论。跟那边的人说，注意别让某些媒体歪曲事实，伤害到爱晨就行。小吴愣了一下，随后点头，转身离开了办公室。丁，恭喜宿主获得声望值5万点，当前声望值99314，提示可进行一次抽奖。系统开始抽奖。丁，恭喜宿主获得技能。口得快这是哪门子的技能？口得快，1获得世界超一流辩论能力，2获得世界超一流口算能力。意思就是吵架厉害，算数算得快呗。时间转眼到了第二天中午，爱晨和儿子一起提前结束了游戏直播。儿子，今天咱去外边吃顿好的。一旁的跟拍大哥见到爱晨下播，赶忙说道：“坤坤爸爸，这个节目组临时安排了你和几个教育专家、教授连线交流，时间就定在今天下午。连线交流，不就是想借机教育我吗？那这次连线我有钱拿吗？这个我也不清楚，回头我问问节目组。行，让他们尽管来吧。我正想和他们好好辩论辩论，不过下午不行，我吃饭慢，让他们等着吧。哈哈哈！爱晨今晚不直播游戏，改搞辩论。重生之我在直播间舌战群儒开播，给专家递氧气瓶预警，教授遇到教授，我笑到裂开。这是区大佬 VS 整活区魔王，这不是巅峰赛，我倒要看看爱晨怎么应对几位教育专家。哈哈哈！爱晨也是耍起大牌了，居然让专家等他。说完，他带着坤坤走出家门，父子俩悠闲地走在街道上，路过一家网吧时，里面传来阵阵激烈的游戏音效和玩家们的呼喊声。爱晨转头看了看，网吧里灯火通明，不少人正全神贯注地盯着电脑屏幕打游戏。儿子，你见过凌晨4点的网吧吗？没有呀，老爹。那看来你还是不够努力啊！记住啊，平时要努力练枪法，等你寒假到了，老爹带你来这儿包夜，就能见到凌晨4点的网吧了。午饭过后，儿子回房间玩会儿吧，你老爹有大事要干。坤坤点点头，回到房间。爱晨深吸一口气，打起精神，径直走到电脑前，打开并进入了教子有方节目的直播间。此时，演播厅内灯光明亮，几位专家和教授正襟危坐，显然已等候多时。爱晨先生，这几位就是我们今天特意邀请来的教育界专家和教授。咱们今天不搞那些繁琐的虚套环节，你这边确认可以开始交流探讨，咱们就正式开启今天的话题。可以开始了。爱晨，我想问，当你在让孩子打游戏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过他会被游戏毒害？有没有考虑过他的学业会因此而荒废？不好意思，这位专家，我并不明白您为何会觉得游戏会毒害孩子，更不明白为何您对孩子关注点首先落在了学业上。难道你不担心孩子的其他方面荒废了吗？游戏毒害孩子，这并不是我个人之见，而是许多家长有目共睹的。孩子在读书阶段，学业自然是第一位，这关乎孩子的未来。你质问学业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过孩子的感受？有多少孩子一个小学的作业就能让他们做到晚上12点？你所谓的学业是流水线上的标准件加工，还是为他量身定制的未来？爱晨，你没必要强词夺理，学习好才能考上大学，这是成功的第一步。而且你说的那些只是少数，没有得到家长的好好引导才会出现。大学校门是龙门吗？华国存在不少野鸡大学，这是不争的事实。我想说的是，大学教的知识，他们未来能用上多少呢？踏出学校，且不说就业压力大，以及不少人找工作还会被骗，就算你成为公司的白领，那等着你的依旧是996。难道你们要管这个叫传播吗？您问我有没有考虑孩子的学业，我只知道当他笑着扑过来说，老爹，我直播赚了好多钱，可以去吃大餐了的时候，我舍不得杀死这个笑容。同样，我也不敢赌他不是那个攀登天台的孩子，所以孩子能快快乐乐，对我而言就是最大的成功。爱晨，没想到你还长了一张伶牙俐嘴，我听了这么久你的发言，也总算是弄清楚了你的真实面目。你就是一个自私自利并且娱乐至上的人。这人是谁啊？我陈建业，乃华国大学之国学教授，家世代代献身于教育事业，方得今日之声名显赫。未料尔等黄口小儿竟能博得众人追捧，实乃天下之大滑稽也。哎呀，原来是一代教育大师啊！大师，真是大吹大擂，后为人师啊！你的那些理论，我曾听闻过呀，简直是腐朽不堪。你说什么？你竟敢羞辱我！就在这时，爱晨家门外传来一阵敲门声，坤坤跑出来开门，不一会儿就见坤坤双手费力地抱着一个很大的盒子走进来。老爹，快来帮我一把，这太重了！爱晨赶忙起身，快步上前帮坤坤把大盒子放在客厅的茶几上。坤坤，这是什么呀？老爹，祝你生日快乐，恭喜你又老了1岁，这是我用直播赚的钱给你买的大蛋糕。坤坤一边说着，一边迫不及待地把盒子打开，精美的蛋糕展现在眼前，上面插着漂亮的蜡烛，散发着诱人的香甜气息，最吸引眼球。
谢谢你儿子。不用谢老爹，这是当儿子的孝顺您老的。臭小子，你爹还年轻着呢。观众们的感慨如潮水般涌现在屏幕上，大家的情绪都被这对父子间的温情深深打动。演播厅里的众人看到这一幕也都愣住，这个孩子不仅活泼开朗，还和艾辰如此亲近。艾辰让坤坤先回房间，稍后再许愿切蛋糕。坤坤听话的回了房间。艾辰再次将目光投向演播厅里的几位专家。陈建业教授，你把培养孩子除学习外的能力视为娱乐至上，可我认为你固守填鸭教育的教条，拒绝与时俱进，这才是最大的愚。当然是愚蠢的愚。唯分数论是你推崇的吧？不入大学门，枉为读书人是你说的吧？你这种科举僵尸般的思维，把八股教育当圣经，简直是头悬梁锥刺股的活化石。要不是你愚弄家长，讨好资本，博取名声，你能被冠以教育大师的头衔？你的哪条教育理论符合华国的教育方针？我看你才是误国误民的毒瘤。再说了，我让孩子适当娱乐怎么？现在华国都在鼓励消费，我们娱乐一下，不也是在为经济做贡献吗？艾辰的话如同一颗重磅炸弹，直击陈建业的心脏。误国毒瘤这4个字从艾辰口中清晰吐出，瞬间让整个直播间的气氛凝固到冰点。陈建业听到这尖锐的指责，身体猛地一晃，脚下踉跄，差点摔倒。他的双眼瞪得滚圆，原本想给艾辰扣上一顶帽子，却没想到对方反手给他扣上了一顶更大、更沉重的帽子。陈建业张了张嘴，想要反驳，可喉咙却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般，发不出声音。你口口声声指责我把孩子的教育当儿戏，但在我看来，我所倡导的恰恰是一种真正的寓教于乐。难道教育的方式就非得是家长拿着棍棒逼迫孩子在痛苦中学习吗？若是如此，培养出来的孩子不过是没有思想、只知服从的机器罢了。说着，艾辰把身子往旁边挪了挪，镜头正对着茶几上的蛋糕。你总爱高谈阔论，可你真的明白幸福的定义是什么吗？艾辰一番话下来，演播厅内的几个教育专家以及陈建业都有些发愣。艾辰一个00后，辩论思维竟然如此敏捷，无论从哪一方面批判艾辰，他不仅句句有回应，而且还让我无力反驳。市教育局正在收看节目的林卫民电话突然响起，老师，您怎么来电话了？艾辰，上边的意思是。挂了电话后，他拨通了一个电话，教子有方节目组就收到了一个官方电话，让他们结束这场连线交流，并提前关闭直播。在艾辰收到节目直播要提前关闭的消息时，倒也没有多想。再见了各位，我先去吃蛋糕了。就这样，今天的节目提前结束了。演播厅内几位教育专家坐在各自的位置上，久久没有起身，不知是因为尴尬，还是在思考着什么。你敢信，眼前这个男人前一秒还在与几位专家激烈交锋，舌战群儒，后一秒却接到节目组提前停播的通知。于是网络上突然冒出一个重磅话题：教子有方节目被要求整改，艾辰往后也不会再出现在节目之中。周导演，现在观众们都在催我们节目开播，网上已经闹得不可开交了，大家都在讨论艾辰是不是要被封杀了。周导演，上边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昨天一个电话让我们停了节目，可到现在都没个后续说法，这可怎么办呀？该不会上边真要让我们好好整改吧？可把艾辰整改出去，咱这节目也差不多要凉了。此刻的周平心中满是懊悔，早知道就不该请那些所谓的专家来连线，现在倒好，节目很可能因为这件事要砸在自己手上了。周导演，刚才宣传部的人来电话，他们说上边并没有表示不让咱们播，而且还特意提醒我们早点开播，好尽快平息网络上的这场风波。听到这话，周平的眼中重新燃起了希望的火花。大家先别高兴得太早，我们得好好想想接下来的节目该怎么做。时间来到了第2天，节目按照以往的时间在早上就开播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在开始今天的家庭观察之前，我先要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的节目。这次新节目的名字叫做亲子大乐购。下面我要着重介绍一下节目的第一个环节——图小购物。在这个环节中，节目组会给每位家长500元的费用，让他们带着孩子去自己购物。不过这里有个小要求，家长不能用这500元购买孩子们想要的东西，同时家长们要通过自己独特的方式去劝说孩子，在这个过程中展现出自己的教育理念。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去看看这次节目的精彩内容，看看这些家长和孩子们会碰撞出怎样有趣的火花。1号直播间，张燕正骑着电动车带着子涵赶往购物超市。2号直播间，王磊已经将车开到了购物超市的楼下。就在很多人以为3号直播间不会亮起的时候，画面骤然出现。你们好啊，又跟大家见面了。哇，终于又见到了艾辰了，我就知道那些人是在造谣。哈哈哈，谣言不攻自破了。不是，他不是被上边点名了吗？为什么还能出现在直播间？官方呢还不出来管管？为什么艾辰他凭什么还在直播间？1号直播间，子涵乖巧地坐在张燕的电动车后座。妈妈，我们要去哪儿啊？去超市购物呢。妈妈还从来没带我去过超市呢，难道妈妈要给我买什么东西吗？子涵，咱们离超市还有一段距离呢，趁这段时间你可以记几个单词。子涵的眼神从期待转为黯淡，眼中闪过一抹不情愿。还愣着干什么？待会回家要把记的单词给我默写一遍，知道吗？子涵，咱家没那么多钱给你报补习班，所以你要比别人更努力，好好利用时间，才不会被甩在后面。妈妈这样要求你是为你好。子涵默默接过了
单词本，然后埋着小脸开始背起来，声音有些小。由于耳边的风声，张燕几乎听不见女儿的声音。子涵，老师没教过你吗？背单词要大声朗读，这样记忆才深刻。张燕妈妈教育孩子的方式真让人佩服，她对孩子的爱体现在每一句话里，她还懂得让孩子利用碎片时间学习，这一点连我都深受启发。教子有方，张燕妈妈真有一张良方，值得大家学习。良方，我看这只会让孩子的病越来越严重。首先，所谓的利用碎片化时间，难道不是在压榨孩子吗？孩子连放松的机会都没有，童年只剩下学习，这真的健康吗？其次，总是用自己过去的经历来要求现在的孩子，时代不同，孩子的需求也不同，这样强行灌输只会让孩子产生逆反心理。最后，张燕看似为孩子好，实际上是把她的焦虑和期望强加给孩子，根本没考虑过孩子内心的感受。购物超市楼下，艾辰朝坤坤晃了晃手中那崭新的500元钞票，他本不想给儿子看，但节目组有要求，他只能照办。老爹，咱是不是要去买好多好吃的零食？我要吃辣条，爆辣的那种。买什么辣条？买辣条？你听听你的嗓音都成什么样了？可是直播间的义父们都说我的嗓音很极品。哎，有没有一种可能，他们的意思是你是个极品小学生？不买辣条，那买点试卷吧，练习册也行，多买点。放假2天，老师都没布置作业呢。哎呀，这小孩是块学习的料，出来不买玩具要买试卷。看看人家爸爸，斯斯文文的，一看就是文化人。臭小子，这是超市，不是书店，哪有什么试卷？那老爹，你给我报一个补习班呗。你补枪都补不明白，还补什么习？等哪天你单挑能打过我了，我就给你报。哈哈哈，坤坤眼里没有任何杂念，只有对学习的渴望。金句又出现了，补枪都补不明白，你补什么习？艾辰，你别拒绝啊，给坤坤送到电竞班不就行了？我乐个反向教育啊，这又是哪个原生家庭的一辈子？注意看，眼前的父子俩正在超市购物。买了就回家跟我练枪，买了就回家跟我练枪，买了就回家跟我练枪。坤坤爸爸，你这样威胁孩子，可能会影响你最后的评分，不如试试其他方法。说的也是。哎，我有一计。儿子，我已经给你买过好多玩具枪了，不能再买了，浪费钱啊！可是那些玩具枪早被你扔了。乖，爸爸知道你喜欢这把枪，可咱们今天来超市是买生活用品的，不是来买玩具的。下次爸爸再带你来买好不好？儿子，你已经长大了，要学会懂事，不能想要什么就非得马上得到，咱们得讲点道理啊！我不管，我就要这把枪，现在就要！他的举动引起了不少路人的注意，大家纷纷投来异样的目光。你在这等我一会，我带回来给你买。听到这话，王子轩立马不喊了。没多久，王雷就回来了。王子轩难掩兴奋，从地上坐了起来，直到他看见王雷手中那根崭新的皮带。哈哈哈，还以为王雷干啥去了，结果是去买皮带了，很好，对我胃口。最烦小孩在大街上撒泼打滚了，每次拿这个来威胁我给他买东西。不过王子轩也确实有点可怜，家里一个玩具没有，王雷还是应该反思一下自己的教育方式。哈哈哈，不孝购物还真是名副其实啊！不的是王子轩，孝的是谁呢？老板，这盒水彩笔多少钱？30块，30块钱，你真的想要吗？子涵犹豫了一下，点了点头。拿去吧，这100块钱你都拿去，全部花光才好。听到这话，子涵愣了一下，目光呆滞的看着张燕。子涵，你知道吗？妈妈一天累死累活工作10个小时才挣这100块钱，你自己算算，妈妈要工作多久才能买得起这盒水彩笔？妈妈平时跟你说要节俭，不是说着玩的，没必要的东西咱就尽量别买。这水彩笔又不能帮你提高成绩，你买来做什么？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哎呀，大姐，一盒水彩不宜宜，这孩子一看就很懂事，難得有個喜歡的東西，你就給他買吧，這樣我也不賺你的錢，給你便宜10塊，行不？孩子還這麼小，不能什麼事都慣着他，我這是為他好，得讓他知道錢的來之不易。聽話，子涵，媽媽希望你能懂事一點，把水彩筆放回去。你要是期末能考100分，媽媽再獎勵你，好不好？另一邊，不知是什麼原因，艾辰突然帶着坤坤匆匆走出了超市，隨後他竟然丟下坤坤和跟拍大哥，眨眼間便消失了。爸爸去哪了？你爹來了。走吧，兒子，咱繼續接着逛。今天你想要啥？你老爹我眼睛都不眨一下就給你買。很快，兩人便再次走進了超市。坤坤拉着艾辰的手，迫不及待地直奔零食區。節目組不是規定不讓買孩子想要的東西嗎？這艾辰到底是唱的哪一出？老爹，我要這個。好嘞，老爹這就給你拿。說着，他毫不猶豫地伸手拿起一包，扔進了購物籃裡。兒子，還要啥？這片區域的東西你隨便挑。老爹，你可太帶派了。不是，這就給孩子買了，艾辰不要獎金了嗎？事出反常必有妖，艾辰待會不是想讓坤坤自己結賬吧？怎麼感覺艾辰拿的那包薯片怪怪的呢？確實有點不對勁，但是動作太快，沒看清啊。不行了，我實在是憋不住了。尼瑪，艾辰拿的是一包洗衣粉。老爹，幫我拿包彩虹糖。一包怎麼夠？老爹給你拿2包。謝謝老爹。不客氣，兒子。艾辰拿的哪是彩虹糖啊，分明是2包榨菜。我他媽才反應過來，36季艾辰這是哪一季啊？好，這麼完事吧。我說艾辰跑哪去？原來是提前布置現場了，笑得我肚子疼。可憐的坤坤依舊沒有是艾辰的奸計，回家發現零食沒了，坤坤連夜下載反詐 APP。等艾辰老了，坤坤把他的氧氣罐換成煤氣罐，他就老實了。老爹，這個我也想要。歐克克。哎，老爹，怎麼感覺剛剛你拿的奧利奧盒子有點小呢？
叔叔，刚刚我老爹拿的是奥利奥饼干吗？奥利奥是还是不是啊？看我干啥？你抱着这么大个摄像机，是不是你不知道吗？是奥利奥，叔叔和直播间里的观众们都看得一清二楚。谢谢叔叔，我老爹经常骗我，我相信你不会骗我的。待会儿我把零食跟你一起分享。我真该死啊！叔叔不喜欢吃零食，要是叔叔骗了你，我就赔你2包辣条。不是要吃辣条吗？快走，老爹带你去买。购物环节结束后，节目组安排3个家庭在一处空地汇合。坤坤满脸笑容，十分兴奋，可一旁的子涵和王子轩脸上却挂着泪痕。老爹，他们咋都哭了？可能外边人太多，他们胆子小，害怕吧。听到这话，坤坤虽然疑惑，但是不由得挺起胸膛。待会儿儿子发现被坑，该不会也哭起来吧？应该不会。这段时间我可没少锻炼他的抗压能力。观众朋友们，在先前的镜头中，相信各位都看到了，3位家长都成功完成了任务。3位家长采取的办法各有千秋，有的依靠耐心劝说，有的依靠严厉训告，还有的依靠非凡智慧。那么下面大家可以开始打分了。不对啊，姐姐，我老爹给我买了呀。瞧瞧这可怜的娃，还被蒙在鼓里呢。那什么，坤坤，这个你爸爸？我的薯片呢？我的彩虹糖呢？还有奥利奥饼干呢？啊，这不是我刚才选的辣条吗？怎么变成一袋番茄沙司了？老爹，你是不是拿错了？这个，老爹，你又坑我！艾辰的教育简直失败透顶，他这完全就是在欺骗孩子。现在用这种手段骗孩子，以后孩子就会有样学样，也去骗别人。相比于王雷爸爸那种严厉的训斥，我觉得艾辰这种做法更可怕。你想过孩子的感受吗？当坤坤发现自己被最信任的爸爸骗了，他得多崩溃啊！我恳请大家千万不要给他投票。直播画面中，坤坤已经盯着艾辰足足看了好一会。老爹，你可真是我亲爹。说完，默默地把翻乱的篮子收拾好。坤坤被爸爸骗了，难道你不委屈吗？你礼貌吗？难道要我哭出来你才能看出来吗？我已经习惯了，家徒四壁，只有一个活爹。随后他起身看向艾辰，露出一副善解人意的模样。老爹，这次是节目组搞的鬼，我不怪你，但是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不知当讲不当讲。不对劲，10分有9分不对劲，这小子怎么忽然这么听话了？平时可不会这么快善罢甘休的。什么要求？说说看。老爹，既然辣条没有买到，那你待会儿带我去书店买几套试卷呗，这2个总得满足我一个嘛。好啊，我说这臭小子怎么这么反常？原来打的这个算盘。臭小子，先前进超市就念叨着买试卷，看来你现在还是贼心不死啊！谁家孩子不要零食要试卷啊？还好你老爹我留了后手。只见艾辰从兜里掏出1包辣条，塞到了坤坤的手里。本来不想给你的，但是你非要让老爹2选1，那我就勉强满足你吧。今晚你就乖乖在游戏里等着吧。大家看到没有？艾辰犯规了。节目组规定不能直接买孩子要的东西，他儿子要辣条，他居然真买了。坤坤爸爸，你这可是犯规了。是吗？规则里只说了不能用这500块钱买孩子想要的，可这包辣条花的是我自己的钱，这应该没犯规吧？666，艾辰这波操作简直大气层，没犯规，一点毛病没有。哈吉层，你这家伙不仅骗了坤坤，还把大家都耍了吗？那我不得不投你一票了。哈哈，属实没毛病。你们看，王方观察人的脸都绿了。坤坤这请求过分了，现在敢做试卷，以后就敢做研究啊！不是哥们，你这让其他2个家长怎么玩？搞了半天还可以花自己钱，哈哈哈！后台观看节目的导演看到这一幕都无言以对。规则里还真没说不让自掏腰包啊，服了，真是服了！通知一下节目组，艾辰的这个做法符合规则。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在上一个环节中，呼啸购物让2个孩子的情绪都比较低落，我们节目组深感抱歉。那么接下来我们将带来一个有趣的环节，能够让孩子们开心玩耍，名叫欢乐套圈。这个游戏需要家长和孩子一起并肩作战，我们会给每一位家长和孩子发放50个套圈，注意哦，家长和孩子的套圈不能忽悠。场地那边摆放的每件物品都标好了价格，只要有一家套中的物品总值超过2000元的商品，游戏便宣布获胜者便是这家人。同时这一轮虽然没有设置奖金，但是家长和孩子们套中所有东西都能直接带回家，大家是不是已经迫不及待了？下面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去看看各位家长和孩子们的表现吧。小朋友们好呀，我是这的老板小青。小青姐姐好。你们真有礼貌。那我先送你们每人1个圈，先让你们体验一下。说着，小青就把圈1递到孩子们的手上。你们谁先来啊？上了儿子，老爹告诉你一个秘诀，大逆出奇迹。我先来。随后，只见坤坤紧紧握着圈，直接瞄准最远处的玛莎拉蒂，然后用尽全身力气猛地一甩。圈呢？真的太逊了！你这不仅奇迹没发生，怎么圈还不见了？好家伙，让你麻烦套圈，你把人家老板娘给套到了。你没事吧？道歉。没事，不得不说你家坤坤还有点厉害呢，把我套中了，岂不是这整个摊的东西都是他的了？还不赶紧跟人家道歉，下次记得小心点。姐姐对不起。
老爹真不靠谱，什么大力出奇迹，分明是让我大力出丑嘛！人家姐姐都说了，套中他整个摊子都是我的了。待会儿晚上回家就让小青姐姐陪你练枪吧，你可别缠着我了。臭小子，你瞎说什么呢？哈哈哈，坤坤这孩子是有潜力的，还知道擒贼先擒王。让老板娘陪你老爹练枪，是我想的那个枪吗？不行，是我想歪了，我有罪。让坤坤最孝顺的一集，迟早要笑死在这个直播间里。这父子俩一个比一个有活。好，看他们两个还真能学到东西。我现在就出门给孩子套娃去。子涵，不要紧张，妈妈在呢，妈妈在旁边给你加油打气，好不好？子涵心里早就选好，他微微点头，正想伸手指向奈何他偷偷看了好几次的水彩笔。子涵，我们套那个微波炉好不好？子涵愣了一下，原本还有些期待的小脸上渐渐露出失落的神情。妈妈，我想要的是那盒水彩笔。子涵，我们现在手里的圈看起来数量不少，可实际上套中的几率很小，所以这些圈可不能随便浪费啊！你想想，家里正好缺一台微波炉，要是有了它，以后早上妈妈就不用那么辛苦的给你做早饭了，平时热饭热菜也方便多了。我们先套微波炉好吗？平时妈妈连吃早饭的时间都没有，要是有了微波炉，妈妈就能和我一起吃早饭了。妈妈为家里付出了这么多，我应该体谅妈妈，我不能这么任性，爸爸妈妈肯定会伤心的。想到这里，子涵点了点头，对吗？这才是妈妈的乖孩子。现在你来套吧，妈妈相信你一定行。子涵握紧套圈，紧盯着中央的微波炉，心里有些紧张，用力将套圈扔了出去，并没有如愿套中微波炉，他不由得有些自责。妈妈，我没套中，太远了，还有100个圈呢。不着急，你要记住，有志者事竟成，就当是给爸妈的礼物。为了爸爸妈妈，我相信你能够做到。子涵听着妈妈安慰的话，心中却不知为何更加紧张，又接连扔出了几个套圈，可结果依旧没有套中。子涵，你要用心一点呀。按道理来说，套圈游戏应该能让孩子感受到欢乐的，怎么这个小女孩还哭了？就算没套中，也不至于这么失落吧？爸爸，我想要玩具枪，你帮我套吗？书不好好读，就知道玩这些玩意儿。这个学习机还挺近，王子轩，看我给你套个学习机，让你抱回家，好好给我学习。不要啊！只见王磊已经拿起套圈扔了出去。哎呦我去，这都没中。咦，怎么感觉爸爸你菜的？这下我算是放心了。那啥，爸爸你自己慢慢玩，我不用你帮忙了。兔崽子，敢瞧不起我，今天我必须给你套中。咦，你老爹呢？在那边呢。老爹说我太没有实力了，让我在这多练练。只见艾辰靠近场地中央，扔出了第一个套圈，正好靠近大鹅的脖子。直播间的观众们都被艾辰这精湛的套圈技术震惊了。要不咱俩搭个伙，你帮我看看我该站在哪套比较好。你爸爸呢？一个人玩去了吗？兔崽子，快给我回来，我马上就能套中了。哎，这届家长真难带。是这样没错。大家都看到了吧？艾辰就是这样教育孩子的。这次他根本没有教育孩子，他居然嫌弃自己孩子菜，而选择把坤坤丢下。这种自私自利的人，你们还会给他投票吗？快看，你老爹这么快就套中了一只大鹅哎，咱快过去瞧瞧。我去，老爹，你这也太酷了，这是一发入魂了。儿子，今晚回家咱是铁锅炖大鹅怎么样？哇！儿子，退至为父身后，且看为父再套个大铁锅。哼，别看现在孩子是开心了，但刚才呢？我们退一步说，难道艾辰他现在就没错了吗？刚才他抛下孩子，可是事实。我靠，又中了！你老爹开自瞄了吧？老爹，你太帅了！如果老爹你能帮我套中那张书桌，就更帅了。原神答应过给坤坤买书桌，可一直没有落实。现在正好有这个机会，那就让我来完成对孩子的这个承诺吧。儿子，你帮我拍个短视频，我帮你套书桌，免得粉丝们老问我什么时候给你买。记得把老爹拍帅点啊！包的老爹。随后坤坤打开摄像头，义父们，今天我老爹真孝顺，我马上就要有书桌了。随后只见艾辰手臂用力一挥，眨眼间套圈不偏不倚的套到了柱子上。老爹，你还真是小母牛倒立，牛气冲天啊！好了，儿子，接下来该让你展示才艺了，你来套。好，坤坤拿起套圈，跑到一边，开始了自己的尝试。艾辰则悠闲的已经找了个椅子坐下，在一旁看着坤坤套圈。子涵，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哪个像你这样这么胆小？你看看他们都已经套中自己想要的了。妈妈，我不想玩了，我不行，不想玩了。子涵，你没有跟妈妈开玩笑吧？看来妈妈不逼你一下，你是不会愿意听妈妈话的。你愿不愿意听话？你愿意就用你这些套圈去套微波炉，只要你愿意套，套不中都没关系。不仅如此，妈妈还会考虑用我的50个套圈帮你套你想要的水彩笔。你要是不愿意，那么妈妈就只好把你的套圈都没收了。你不想玩，那妈妈就真不让你玩了。说完，张燕便一把将子涵手中的套圈夺了过去。有句话叫不逼孩子一把，你都不知道孩子的潜力有多大。为了让孩子得到成长，他知道自己得狠下心来才行，就好像鹰妈妈一样，狠下心来把鸟宝宝推下悬崖一样，才能让他们学会飞翔。要知道，孩子是皮球，你要拍他，他才能弹起来呀。呵呵，孩子是皮球，那你们可小心别把他拍爆了。太对了，江玉观察员都想到一块去了，赶紧把一个直播间换回3个直播间吧。再看张燕，我快要疯了。家里你跟爹打交道是不是？
坤坤加油啊！你这么努力是想帮爸爸减轻做家务的压力吗？小青姐姐，你看我老爹他像是会做家务的人吗？哎，靠这2样东西，我只是想让自己以后少做点家务活。说完，坤坤不语，只是一味的扔着套圈。笑死，坤坤身上的担子还真不小咧，又要做家务，周末还要给爱晨做早餐，哈哈哈。这么懂事的孩子第一次见，这么不懂事的家长也是第一次见。不是你们这些人这么双标吗？张燕压力孩子，你们就一顿骂；爱晨压力孩子，你们就一顿夸。是啊，你看看爱晨还就在旁边干看着，压根都不管坤坤能不能套中。不是楼长，这是压力。要真是一样的压力，那你有看过坤坤和子涵一样经常哭吗？你有见过子涵和坤坤一样经常笑吗？喂，坤坤爸爸，你儿子都在那扔这么久了，你咋不去陪在他身边帮帮他？先前我可看你挺厉害的呢。儿子，需要我帮忙吗？不要不要，老爹你一边歇着去吧。这扫地机和洗碗机要是被我套中，就是我的了。你以后可不能拿不做家务就陪你打游戏来威胁我了。别叫我现在手感十分火热，一定把他们拿下，不再做家务。将大局逆转吧！喏，你看这孩子像是需要我帮忙的人吗？如你所见，他对依靠自己力量这件事情正乐此不疲。至于陪伴，在他快乐玩耍的时候，我在他身后默默守望着，难道不是最好的陪伴吗？毕竟父爱无声嘛。这爱晨分明是在诡辩。身为父母，你不陪伴孩子，谁陪伴孩子？不愿意陪伴孩子，歪理倒是一大堆。在这里，我想问一下大家，你不主动为孩子考虑，揣测孩子的想法，要是孩子有什么重要事情瞒着你，不愿意告诉你的时候，你怎么办？那个时候还会说什么父爱无声吗？王方观察员，这次我不想用空洞的观点来反驳你。既然你问了大家一个问题，那么我也想代替大家问你2个问题。哼，你说。第一，你所谓的事必躬亲，揣度孩子的想法，有没有考虑过孩子的隐私和属于他们的自由空间？第二，如果你觉得一件事情很重要，而你的孩子瞒着你，不愿意告诉你，你难道不会觉得身为母亲，身为教育者很失败呢？听到这话，此刻的王芳的脑海中立刻浮现出女儿诊断单上的那3个字。卧槽，50个套圈全空了，你们这学习机该不会抹润滑油了吧？对了，我可以学张燕那样，硬拉着跟王子轩来套学习机。小兔崽子，快点给老子用你的圈套学习机！就这样，父子俩一个追一个逃，王雷在后面气喘吁吁，王子轩一边跑一边扔圈。不管啦，逃不逃得中玩具枪先不说，得先把圈花光。老爹，我套中了，这么远我都套中了。儿子帅，这小子身体素质还挺好的，撒丫子跑得真快。得找个机会把坤坤拉出来锻炼锻炼身体，免得他一天到晚就想待在家里看书，把身体累垮了，还怎么打游戏？是时候终止这场套圈游戏了。于是爱晨拿着手中剩下的套圈，开始套取场地中的饮料和矿泉水。不是，你技术这么厉害，怎么突然只套这些这么简单的东西？当然是凑整了。这时，爱晨又成功套中了2瓶矿泉水。好了，现在套中的总值是1999元了，麻烦小区老板让一让，我要套它了。套中之后，并不是直接获得车的所有权，而是可以获得这辆车2年的使用权，或者也可以折算成5万元现金。我的新车坏了，冲我来了！爱晨稳稳地扔出了手中的套圈，没有任何意外，套圈精准地套在了杆子上。我勒个了个！不是哥们，好，自瞄实锤了，待会就让官方封他号。这直播不看了，眼红病犯了。要不要这么玩？你这不是要了那些喷子命吗？哈哈哈！爱晨这是来进货来了，完事还把东西装车上开走。令周平心安的是，爱晨并没有选择要车的2年使用权，而是果断的选择了5万元的现金。小电驴来去自如，方便的很，我也习惯了。坤坤，难道你不想坐这豪华的车吗？当然想，但是我知道这只是一时的，因为人的内涵富有才是真的富有，不需要靠外在的事物来装潢自己。子涵，这和水彩笔姐姐送给你。不用了，不能惯着这孩子，得让他在这次的失败中吸取教训。子涵乖，不要伤心，妈妈答应你，只要你期末考试能全部满分，就给你买水彩笔，好吗？老爹，我要是期末考好了，有奖励吗？奖励你跟爹上小道行不行？你说的可以吧？就想把我往小道听吧。恭喜宿主获得92000点声望值，当前声望值23314。提示：可进行1次高级抽奖。开始抽奖。恭喜宿主获得物理化学知识大礼包。哦，这又是哪个理科生的一辈子啊？有句话叫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要是靠脑海中的这些知识赚钱的话，应该可行。爱晨刚一到家门口，只见那里横七竖八的堆着从套圈场地套来的东西，都快把楼道占满了。老爹，我来帮你一起搬吧。见到坤坤这么积极，不禁笑了笑。我应该给自己一点动力，我可不干没有钱的活。于是爱晨拿出手机，打开了直播。来，儿子举着，离远一点，我一个人收拾就行，正好让老爹圈点你义父们的马内。说完，爱晨便开始动手收拾了起来。刚一开播，直播间便进来了不少人。从此之后，我就能在这里写作业、看书了。多是一件美事。
要不要老爹给你买张电竞椅，这样坐着舒服些？不用了，我觉得普通凳子就行。老爹，谢谢你给我掏的书桌，以后我一定会更用功学习的。用功学习？那哪行？学什么学习？看来老爹令你的书桌安个防尘迷，以后除了写作业，这书桌一天最多使用1个小时。一天1个小时，那哪够呀？老师说，学校里别人让你做不想做的，不让你做想做的，就是在霸凌你。老爹，你这是家庭霸凌，小心直播间的义父们声讨你。霸凌？我是你爸，我不霸凌你，谁霸凌你？书桌可以不用，但是外边的电脑桌必须用。我给你配的可是人体工学电竞椅，待会儿自己拿去装上玩，可不能浪费老爹我的血汗钱，知道吗？我可以拒绝吗？拒绝？你能拒绝？那还叫霸凌吗？不要可不行，不要你的战绩怎么能提高？可不能成绩上去了，战绩下来了，知道吗？过2天，老爹带你买个手机去。老爹我不仅要霸凌你，还要让你成为唯一的受害者。这么小的孩子哪经得起这个啊？来霸凌我吧，实在不行，我可以叫你爹。反对霸凌，从你们做起。真没想到，都2028年了，还能见到霸凌孩子的。希望这种事情以后能落在我身上吧。从节目直播间过来的，艾辰这种做法会不会有点太逼迫孩子了？都不让孩子好好学习了。楼上你就不懂了吧？爱学习的孩子一定会想着法学，不爱学的你怎么逼都没有用。与此同时，市教育局林卫民的电话铃声突然响起。卫民啊，我这次打电话来是为了艾辰的事。老师，上面现在对艾辰究竟是什么态度？态度嘛，魏明，你先说说你对他的看法，我想听听。老师，艾辰教育理念的表现方式确实有些独特，和传统的教育模式不太一样。但仔细想想，他所展现的理念更贴合当前时代，很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啊。上面的具体意思我也不太清楚，不过今天我们内部开了一个会，大家的看法存在很大的争议。争议最大的不是他的做法本身是对是错，而是他的态度。你也知道，我们都需要更多充满活力、积极向上的年轻力量。我把会议记录中的一部分发给你，你好好看看吧。你也不必过多担忧，我个人还是看好他的。另一边，艾辰习惯性的打开短视频刷了起来。就在这时，手机屏幕上弹出一条家长群的消息，艾辰点了进去，发现是班主任李兰发的一段话：这次的作业，家长可陪同孩子一起参与，但请一定不要代劳。下面是3视力视频，家长们可以看看。随后，请大家在表中填好孩子实验的题目。老爹，干嘛呀？不会又要拉我打游戏吧？我可忙着收拾房间呢。你心心念念的作业来了。你们老师在群里发了科学考试的内容，你要不要看看？坤坤一听，立马接过艾辰的手机，认真的看了起来。没劲，一点意思没有。这些实验上课的时候，老师早就做给我们看过了。那你想做什么？我想做帅的，比如火箭能一飞冲天，喷出超炫火焰的那种，或者是能够在天空中绽放的烟花。算了，不做无法实现的梦了。老师说过，小孩子是不能玩火的，做火箭和烟花都太危险了。看来儿子和许多孩子一样，心里都藏着一个飞上蓝天的梦。回想起自己小时候，又何尝不是有着这样的奇思妙想呢？可那时，只要自己刚把这些想法说出口，爸妈便会给我爱吃的大嘴巴子。坤坤，有梦咱就去追，就算追不上，还有老爹在呢，我会在后面推你一把。老爹，你说的推一把，就想把我往小道推吗？臭小子，我是让你自己在电脑上查制作火箭的资料。周导，官方打电话是出什么事了？他们希望我们节目组带着3个孩子到大学里去参观一下，或者在那开展活动。周导，这是什么意思？我想这应该不单单只是想让孩子们去见识一下，很有可能他们还希望大学生们能看看这3对家庭的教育方式，尤其是艾辰的。我们也别在这里瞎猜了，当务之急是好好想想该组织什么样的活动。3个孩子的班上刚布置了一个科学考试，要求他们做一个小实验，要不我们从这里入手？这个主意好，可以让孩子们在大学里开展科学小实验，有场地有设备，学校那边先去给孩子们请1天假，我们明天就带他们去做实验，然后再带着他们参观一下校园。这次活动我们要更加小心一点了，一定不能再出什么意外。你再不看，我就要去选做。上号儿子。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将会带领家长和孩子们去一个又好玩又充满知识的地方。今天我们要去的是沙交大学，在这里我们还会带着家长和孩子们完成他们科学课的期末考试。学校的要求是让孩子们做一个小实验，家长不能代劳，只能陪同。而我们节目组则给各位家长布置了一个小任务，那就是需要将自家孩子的实验录刻一遍。昨天节目组已经给家长们发去了通知，想必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今天的直播间，一起去看看他们会带给我们怎样精彩有趣的实验。子涵，快来，妈妈给你煮了你最爱吃的青菜瘦肉粥。可是妈妈，
妈，我好困。怎么会困呢？妈妈今天特意让你多睡了2分钟呢，而且不吃早饭会把胃弄出毛病的，这是妈妈特意给你做的，你知不知道？在你睡觉的时候，妈妈6点就起来给你煮粥了，怕你烫到，还特意给你用扇子扇凉了一些。快吃吧，吃完了我们再晨读半个小时。好吧。节目组不是给孩子请假了吗？都不用上学，让孩子起这么早干嘛？是啊，爱晨那边直播画面都是黑的，估计都还没起床呢。6点起床给孩子做早饭，忙完这一切又去忙着考虑孩子的科学实验，这张燕对孩子的关心真是无微不至啊！再看爱晨，床也不起，早饭也不做，昨天晚上肯定又带着孩子打了一整晚的游戏，浑身散发的都是消沉气息。这次的科学实验就会让大家看清楚爱晨的教育方式，一旦搬到学习上来，就会不攻自破，丑态百出。都这么久了，爱晨怎么还不出来？难道不在家？要不要打电话问问？于是跟拍大哥拿起手机给爱晨打电话。哎，怎么信号这么差？信号差就换个新的吧。那个坤坤，车已经在楼下等着了，快把你爸爸喊起来吧。闻言，坤坤走进爱晨房间。老弟，都几点了还睡？快起床，跟我上挨打了！你再不起来，我就要去写作。上号，儿子。哈哈哈，倒反天罡了，喊你爹起床上 A 大，是不是想被爱晨制裁了？叶子好样的，等你继承直播间义父，给你安排个嘉年华。没过多久，爱晨和坤坤搭乘着节目组的车，便抵达了沙雕大学门外热闹喧嚣的美食街。儿子，想吃啥？坤坤犹豫了一会儿，最后目光定格在了一个卖烤淀粉肠的摊位上，拉着爱晨便走了过去。来根烤肠嘛。大学生刚摆摊，哥，你咋知道的？卖个淀粉肠这么费心，也就刚摆摊的大学生，多少一根？2块。哥哥，我要2根。好的，稍等一下，一会就烤好了。哥哥，帮我多加点辣椒。好，不过辣椒吃多了容易拉肚子哦。不会的，我每天都吃辣条，早就锻炼出来了。哥，我肚子突然有点疼，你帮我看会摊，我马上就回来，拜托你了。哥哥，可能是辣椒吃多了吧。爸爸，这个看起来也好好吃哦，想吃。好，爸爸给你买。老板，能不能麻烦你一个事？这孩子一出来玩就要买这买那的，待会我问你这淀粉肠多少钱的时候，你帮我把价格说高点，我买了之后就好给孩子说买了淀粉肠就没钱了，怎么样？这不合适吧？被别人知道价格高会影响生意。没事兄弟，我不往外说，就哄哄小孩。没问题，叔叔包在我身上。甜甜，你知道爸爸今天带了多少钱出来吗？知道，妈妈给了爸爸你100块钱，说甜甜想买什么就让爸爸给我买。你们这淀粉肠多少钱一根呀？3800万。哈哈哈，让你把价格说高一点，一根淀粉肠你说3800万，是我格局小了。666，大学生一回来发现刚摆的摊子上市了，笑死！你确定报这么高的价格不会影响生意吗？你别说，大学生一般都是什么淀粉肠这么贵，我倒要吃吃看。没一会，大学生摊主回来了，他连连道谢，简单交代2句之后，爱晨和坤坤便往校园里走去了。这俩人还怪好的嘞。是故意的还是不想？坤坤，你老爹今天要带你做啥实验啊？你都不知道，我快被我爸爸烦死了，非逼我看什么化学实验的视频，我一看就想睡觉，关键是他自己都看不进去，还非逼我看。老爹要带我制作火箭呢。火箭，我去，这也太帅了吧，是能飞上天的那种吗？那你要做的实验是什么？我爸爸给了我好几个实验让我选，我就从里面选了一个看起来最简单、名字最短的，叫啥？好像叫那的性质。好了，家长和孩子们已经全部来到了沙雕大学，今天他们的任务就是完成各自的科学小实验。在完成任务之后，我们还会带领孩子们参观一下美丽的大学校园。先前我们也收到了张燕爸爸的消息，他和子涵选择的是一些有趣的物理小实验，王维爸爸和王子轩选择的是化学实验。由于他们的实验存在一定危险性，我们派了一名有着专业知识的工作人员陪同。至于爱晨爸爸和坤坤，则准备制作一个小火箭。不过从爱晨提供给我们节目组的物品清单来看，实验过程似乎并不简单。由于实验不同，所以3个家庭所在的场地也不同，但大家可以自由切换直播间。在今天的互动开始之前，我们先看看目前3个家庭的累计得票情况。第1名是爱晨家，以90万票遥遥领先；第2名是张燕家，累计得票数40，最后是王雷家，累计得票数39万。有意思的是，2、3名之间的差距很小，这也就说明接下来的活动中，2个家庭的排名很有可能变化。子涵，我们先从一个简单的实验开始。妈妈问你，这是什么？罐子，装着沙子的罐子。你能拿起这个球放进去吗？不能。那你能不能把球放进空罐子里，再把罐子里的沙子倒进去？可以。那这告诉我们什么道理？沙子可以填满罐子的空隙。还有呢？不知道。这告诉我们做事情要分清主次。妈妈对你的要求不高，只希望你能够上这所沙雕大学就行了。有信心吗，子涵？老爹，你看这像不像一把水枪？像，要不你做一下试一试？火箭我不会，枪我还不熟悉吗？行，现在就做。老爹你也来做一把呗。于是爱晨点头答应。
答应。随后父子俩就从桌子底下拿出胶水和剪刀，开始操作起来。艾辰他们的任务不是制作火箭吗？怎么做起水枪来了？我去，真要打水仗，还要做水枪来的？哈哈哈，还得是艾辰不按常理出牌，节目效果拉满了。不是，这哪是来做实验的？这不是来带孩子玩的吗？怎么有这么不负责的家长？666，把塑料瓶和打气筒做成水枪，没想到还能这么玩。枪枪爆头，好运连连。我是狙击手坤坤，正片开始了，老爹，快来和我中门对决。哦，你确定？老爹，你做没说好的不睡觉，你怎么做了个水泡？愚蠢的儿子，我只给你3秒的逃跑时间。你个熊老种，赶紧给我过来！老爹今天带你练练水枪枪法。爸爸，我也想玩水枪。玩，天天就知道玩，能不能把心思放在学习上？赶紧过来，我把手机给你，给我照着上面的视频，先一步一步的做一遍。王子轩十分的不情愿，但又不敢不听，接过王雷的手机，来到实验台前。子轩小朋友，如果有疑惑，你可以问我，我可以帮你解答。不过具体的操作还得你自己来做。不做实验还玩起来了，简直玩物丧志。孩子胡闹，家长不但不阻止，还纵容孩子做什么水枪、做火箭，我就想说是瞎折腾了。没想到居然做了一个更没用的玩具枪，这孩子以后能有什么出息？看看现在大人小孩玩的都忘记了今天是干什么来的了。老爹，这把大号水枪根本没有老爹你那把厉害，这到底是为什么啊？儿子，做事情有时候不能光靠想象，你要向别人学习，知道吗？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能看得更远。向别人学习？老爹，难道粉丝群里有衣服会做？臭小子，你亲爹就在你面前呢，你要跟别人学，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的？拿去自己找差距，动动脑子。你这样以后，我还怎么放心把直播间交给你？看了半天还是没看懂艾辰想干什么，有没有大佬出来解释一下？想干什么？摆烂呗，一点没提做实验的事。我看他压根没有想完成节目组给的任务。我乐个豆，难道就我看出来了吗？嘿嘿，我就不告诉你们，水枪、火箭这二者之间还是存在联系的。我感觉艾辰是在启发孩子。咋地？水枪还能变成火箭飞上天不成？别硬吹了，行不行？